李冰修建都江堰。秦国的力量一点点地强大起来。为了富国强兵，秦昭襄王很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李冰受到了他的重用。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家，在秦国负责兴建过几个大型的工程，由此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一天，李冰被召进宫中，昭王对他说：“现在蜀郡缺人，朝廷打算派你去做太守，可是那里并入我们秦国不久，人心不定，不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去治理。”李冰说：“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相信，只要你一心想着老百姓，为他们造福，他们就会支持你。”昭襄王对李冰的回答很满意，于是就派他去蜀郡做太守。李冰到了蜀郡以后，立刻开始着手了解民情。他看见成都平原广阔无边，土地肥沃，却人烟稀少，非常贫穷，开垦田地也不多。他很纳闷，就问当地的百姓。一位老人指着贯穿成都平原的岷江告诉他说：“就是因为这条害人的河呀，从小的时候记事起，它就年年泛滥，不光庄稼颗粒无收，连村庄都要被整个的淹没。大人要晚来几年呐，恐怕连人都要搬完了。”李冰恍然大悟，他决心要征服这条河流，为当地的百姓谋福。他先对岷江的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几次深入到高山密林，追踪岷江的源头，不畏长途的跋涉，沿江漂流，直达岷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掌握了关于岷江的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岷江在发源地一带，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源丰沛，水流湍急；而到了灌县，地势就一下子变得平坦，水没有遮拦，往往冲决堤岸。从上游携带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了河床。特别是在灌县城的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的时候，水流没有地方排泄，就常常造成东旱西涝的这种现象。这些都是成都平原水害频仍的主要的原因。李冰想要消除水患，就必须在平原上广修渠道，一则可以泄洪，一则可以灌溉，发展生产。而要使水能够灌到渠里边去，就必须凿开玉垒山，使岷江的水能够东流。经过周密的筹划，李冰决定先从玉垒山开始。他亲自带领指挥民工，在玉垒山凿开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把它叫做宝瓶口。然后在江心呢，用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2支，逼使其中的一支流进了宝瓶口。堤堰的前端开口就像鱼头，所以取名鱼嘴。它迎向了岷江的上游，把汹涌而来的江水分成东西2股。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河；东股的叫内江，是灌溉系统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他还亲自规划修建了许多大小的沟渠，直接对接宝瓶口，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的水网，这就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后来，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堰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当内江的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水堰流入外江，可以充分保障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流入外江的水的漩涡的作用，还有效地冲刷了沉积在宝瓶口前后的泥沙。这些辅助设施都使都江堰成了一个宏伟而缜密的系统工程。李冰为此耗尽了心力，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还为工程的维护和长久的使用做了考虑。
制定了一系列维修和监控的办法，有的至今还在被人们所沿用。都江堰建成以后，使得成都平原杜绝了水灾和旱灾，生产迅速地发展起来。除了都江堰以外李彬还在蜀郡主持兴办了一些其他的水利工程，比如说在墨水，又叫清伊水，李彬组织百姓开凿河中心的山岩，整理水道，便利了航行。他还对管江、汶锦江、洛水进行过疏导，这些都为开发成都平原、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李彬一心为百姓谋福利，李彬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四川人民的崇敬，被尊称为川主。四川各地还修有川主祠，表达百姓对他的怀念。完璧归纣。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王得了当初楚国丢了的和氏璧，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愿意拿出15座城池来换玉璧。赵惠文王跟大臣们商量，要想答应秦国，又怕上当；要是不答应吧，又怕得罪了秦国，需要派个使者上秦国去交涉一下。有一个宦官对赵王说，他有个门客叫蔺相如，挺有见识。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问他。蔺相如说，秦国强，咱们弱，不能让秦王找借口发兵打我们。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就是秦国的错了。蔺相如又说，要是大王没有可派的人，那我就去一趟。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坐在朝堂上接见他，蔺相如恭恭敬敬地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来以后，看了又看，很高兴。他还把和氏璧递给左右后宫的美人儿传着看，大臣们一片欢呼，表示庆贺。蔺相如不见秦昭襄王提起交换城的事儿，就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玉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朝堂上的大柱子，瞪着眼睛，气冲冲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派使者到敝国，说是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的。赵国的大臣们都说这是秦王骗人的话，千万不能答应。可我说，大国的君王怎么能够不讲信义呢？赵王这才斋戒了5天，派我把和氏璧送过来。这么郑重的事儿，大王却拿着和氏璧随随便便地叫左右的女人们传着看。我看大王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和氏璧在我的手里，我宁可把脑袋和这块玉璧在这颗柱子上一同碰碎。说着，蔺相如就拿起和氏璧来，对着柱子要摔。秦昭襄王赶忙向他赔不是，叫大臣拿上地图来，指着说，打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池，全交给赵国。蔺相如一想，可别再上他的老当，他就对秦昭襄王说，赵王斋戒了5天，又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送璧的仪式，大王也应该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玉璧的仪式，我才敢把和氏璧奉上。秦昭襄王答应5天以后举行仪式，蔺相如就回到宾馆里歇着。蔺相如拿着玉璧回到了宾馆，马上叫手下人打扮成买卖人，把和氏璧包着系在贴身，偷偷地从小道回赵国去了。5天以后，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参加受璧仪式。蔺相如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到欺骗，对不起赵王，已经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说，秦国强，赵国弱，
请大王先把15座城池交割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块儿到赵国去取和氏璧。”秦国的大臣们听了这番话，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秦王想，和氏璧已经归赵了，就算是把蔺相如扔到大鼎里去煮，也无济于事了，就只好对蔺相如说：“唉，一块玉璧不过是一块玉璧嘛，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小事儿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秦昭襄王恭恭敬敬地招待了蔺相如，然后让他回去了。负荆请罪。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使了一个花招，请赵惠文王上渑池，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的西部去跟他相会。赵惠文王怕被秦王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要是不去，反倒叫秦国看不起。赵惠文王就叫蔺相如跟他一块去，叫廉颇辅助太子留在了本国。廉颇说：“这回大王上秦国去，是凶是吉，谁也不敢断定。我想，在道上一来一去，加上2、3天的会，至多也不过30天的功夫。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不回来，能不能把太子立为国君，好叫秦国也死了心，不要要挟大王？”赵惠文王答应了。到了约会的日期，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喝酒谈天儿。秦昭襄王才喝了几盅酒，就让赵惠文王用瑟弹个曲儿给他快活快活。赵惠文王只得弹了个曲儿。秦昭襄王叫秦国的史官把这件事儿记了下来。史官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给秦王弹瑟。”蔺相如马上拿起了一个瓦盆，跑到了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请秦王敲瓦盆停。”见秦昭襄王不答应，蔺相如说：“大王如果不敲，在这5步之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害怕了，只好拿起筷子在瓦盆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敲瓦盆。赵惠文王回到了本国，正好是30天的功夫。他更加信任蔺相如了，就拜他为相国，地位比大将廉颇还要高。这可把廉颇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自己的门客们说：“我拼着命替赵国打仗，立下了多少功劳，他呢，一个宦官手下的人，就仗着一张嘴，那爬到我的头上来。”有人把这个话呢就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一队随从出去，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赶忙叫赶车的退到一边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过去。这一来可把他的门客和底下的人都给气坏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在您的门下，是为了敬仰您。如今您和廉颇是同事，却躲躲藏藏的，我们只好跟你告辞了。”蔺相如说：“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势力大？”他们说：“那当然是秦国的势力大喽。”蔺相如说：“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当面责备他。秦国为什么不来侵犯赵国呢？还不是因为有我们2个人在吗？你们想想，是国家要紧呢，还是私人要紧呢？”后来赵国的名士于清就把蔺相如对门客们说的话对廉颇说了一遍。廉颇顿时感到无地自容，连忙做出受刑的准备，赤裸的上身，背着金条跑到了蔺相如的府上去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面前，惭愧地说：“
相国您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处罚我。蔺相如也连忙跪下说：老将军请起，您是为赵国出了大力的大功臣，您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给我赔错呢？从此两个人就做了好的没法再好的知心朋友，这就叫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成语也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的。范雎远交近攻。蔺相如和廉颇齐心协力地保卫赵国，秦国也就拿赵国没有办法，就去侵犯别的国家。公元前270年，秦国的丞相穰侯准备发兵去打齐国。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叫张禄的人写来的，说有事求见。张禄原来是魏国人，本名叫范睢，投在魏国大夫虚谷的门下做门客。有一次，虚谷带着范睢出使齐国，秦襄王见了虚谷，痛骂魏国当初不该帮助燕国来打齐国。虚谷碰了个钉子，说不出话来。范睢替他说：如今大王即位，我们国君打发使臣前来庆贺，两国重新和好，难道大王不想学当年桓公争霸业的样吗？齐襄王听了以后很器重范睢，打发人背地里去见他，送上了一份厚礼。范睢辞谢了，但虚谷回到魏国却告诉相国魏齐，认为范睢一定把魏国的机密大事告诉了齐襄啊。魏姬就叫人严刑拷打范睢，把范睢的肋骨打断了，肋骨戳到了肉皮的外头，2颗门牙也掉了，一直打得范睢断了气。魏齐才叫手下的人拿着破苇席把他裹起来，扔在了厕所里，叫宾客们往他身上撒尿。天黑了下来，范睢慢慢地苏醒过来，求看守的人送他回家。那个人偷偷地放了他，却向魏齐报告说范睢已经死了。范睢养好了病，怕魏姬追捕，就改名叫做张禄。后来在朋友齐安平的安排下呢，张禄去了咸阳，经人引荐，见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叫他住在了客馆里，他等候了1年多。一天，他在街上听人纷纷议论，说丞相穰侯啊要去攻打齐国的刚城和寿城。当时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和丞相的手里边，丞相打齐国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土地。张禄当晚就给秦昭襄王写信说有重要的事要奉告，秦昭襄王约他到离宫里相见。张禄在上离宫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过来，他不迎接也不躲避，左右叫他躲开，说大王来了。昭禄嚷嚷道：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哪有什么大王呢？秦昭襄王听了急忙下车，恭恭敬敬地把张禄请到了离宫。张禄说，论起秦国的地位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好的天然屏障？论起秦国的兵力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兵车，这么勇敢的士兵？论起齐国的人来，哪个国家的人也没有这么守法的？除了秦国，哪个国家能够管理诸侯统一中国？秦国虽说一心想要这么干，可是几十年来也没有多大的成就，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一定的政策，光知道一会儿跟这个诸侯订立盟约，一会儿跟那个诸侯打仗。听说新晋大王又上了丞相的当，发兵去打齐国。秦昭襄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张禄说，齐国离秦国够远的，中间隔着韩国和魏国，您要是出兵少了，打败了，让诸侯取笑；要是出兵多了，国内也会出乱子。秦昭襄王又问，先生的意思是？张禄说，
最好一面跟齐国、楚国交好，一面向韩国和魏国进攻，把邻近的国家打下来。打下1寸就是1寸，打下1尺就是1尺。兼并了韩国和魏国以后，齐国和楚国还站得住吗？这叫做远交近攻。秦昭襄王为了兼并6国，统一中原，当时就拜张禄为客卿，照着他的计策去做。秦昭襄王单独跟张禄谈论朝廷大事的次数越来越多。张禄让秦昭襄王削弱太后和贵族的势力。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就布置好兵力，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陶邑去，同时打发最有势力的3家贵族上关外去住。末了逼着太后养老，不许他参与朝政。他拜张禄为丞相，把应城封给他，称他为应侯。秦昭襄王按照丞相张禄的计策，准备去攻魏、韩。魏安西王召集大臣们商量怎么办。相国魏齐说：秦是强国，魏是弱国，咱们哪儿打得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魏国人，咱们不如先去找他求和。魏安西王就依了魏齐，打发大夫虚谷上秦国去求和。虚谷到了咸阳，张禄一听说是虚谷来了，就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去拜见他。虚谷一见吓了一大跳，抢挣扎着叫范叔殷勤地招待他。张禄答应为虚部引荐丞相。到了相府门口，2个人下了车。范睢让虚谷等一等，由他进去通报。范睢进去了以后老不出来，虚谷在门外等得心烦，就去问看门的，才知道范睢就是张禄，吓得脑袋嗡嗡直响，脱下了使臣的礼服，跪在门外等死。里面传令叫他进去，虚谷就用膝盖跪着走到范睢的面前，连连磕头，嘴里说：请大人治自罪。范睢说：你在魏齐前诬告我私通齐国，本当死罪，现在你作为使臣，我饶你一命。虚谷一个劲儿的磕头。第2天，范睢对秦昭襄王说：魏国派使臣来求和，咱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魏国收过来，全仗大王的德威。说完，范睢突然趴在地上，把逃到秦国来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秦昭襄王还不知道范睢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就抚慰了一番。范睢叫虚谷回去跟魏王说：快把魏齐的脑袋送过来，秦王可以答应魏国割地求和。虚广连夜回去见了魏安西王，把范睢的话说了一遍。魏安西王愿割地求和，让魏齐自杀了。这就是范睢远交近攻的第1步。赵括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按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大将王和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这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和韩国都城的联络。这一来，韩国在上党的军队可就变成了孤军。孤军的首领冯亭对将士们说：我想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了赵国。赵国得到了上党，秦国一定去争，这样赵国就不得不和韩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大伙儿全都赞成这个办法，当时就打发使者带上上党的地图去献给赵国。这时候赵惠文王已经死了，他儿子即位，就是赵孝成王。蔺相如已经告退，平原君赵胜做相国，他带领5万人马去接收上党后回朝，仍然派冯亭为上党太守。
平原君临走时，冯亭对他说：“上党归了赵国，秦国一定来攻打。公子回去之后，请赵王快派大军来，才能够打退秦军。”平原君回去，把所有的经过向赵孝成王报告了。赵孝成王非常高兴，天天喝酒庆祝，把抵抗秦国的事搁下了。秦国的大将王和随后就把上党围住，冯亭守了2个月，一直不见赵国的救兵。将士们和老百姓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开了城门，拼着死命往赵国逃跑。冯亭的残兵败将带着上党的难民，一直到了长平，仅山西高平西北，这才碰见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来救上党，可是上党已经丢了。廉颇和冯亭会合在一起，正打算反攻，秦国的兵马跟着就到了，一下子把赵国的前哨部队打败。廉颇连忙退回阵地，守住阵脚，叫士兵们增高堡垒，加深壕沟，准备跟远来的秦军对峙下去，做长期抵抗。王和屡次三番地向赵军挑战，赵军说什么也不出来。2下里耗了足有4个多月，王和想不出进攻的法子，他派人去禀报秦昭襄王，说廉颇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们老远的到了这儿，真要是这么长时期对峙下去，粮草接济不上了，可怎么好呢？范睢对秦昭襄王说：“要打败赵国，让我先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廉颇太老了，不敢跟秦国交锋，要是叫年富力强的赵括去，秦国这点兵马早就给他打散了。赵孝成王便派人去催廉颇开仗，廉颇还是坚守阵地。赵孝成王立刻把赵括叫来，问他能不能把秦军打退。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是我的对手。”赵孝成王一听特别高兴，当时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替换廉颇。赵括还没动身，他母亲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孝成王别派他儿子去。赵孝成王就把他招了来，要他说一说理由。赵括的母亲见了赵孝成王，说他父亲赵奢临死的时候再三嘱咐说，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战战兢兢，处处都得考虑到，害怕有疏忽的地方。赵括倒把军事当作闹着玩似的，一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要是大王用他为大将的话，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倒还在其次，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我请求大王千万别用他。赵孝成王说：“我已经决定了。”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叫赵括再带领20万兵马到了长平关，代替廉颇验过兵符，2块可以符合的老虎形的信物，所以兵符也叫虎符，办了移交。廉颇回邯郸去了。赵括统领着40多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下了一道命令，说秦国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
冯亭劝着他，把廉颇诚心消耗秦国兵马的用意说了一遍。赵括说：“老头懂得什么？”那边范睢一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信儿，就打发武安军白起去指挥王和。白起布置了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赵括的大军就成了孤军。他们守了46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赵括给乱箭射死，冯亭自杀，赵军全垮了。白起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命赵军投降。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他们一听说主将给杀了，全都扔了家伙投降了。白起一检查投降的赵军，一共有40多万人。毛遂自荐。白起打败了赵国的40万大军以后，又亲自率领大队人马要围攻邯郸。赵孝成王、平原君和大臣们惊慌失措，一点主意都没有了。正巧燕国的大夫苏代，也就是苏秦的弟弟，愿意帮助赵国，他自告奋勇地去见范睢。范睢一来怕白起的势力太大，不容易管得住；二来几次打仗，秦国的兵马也死伤的不少，需要调整。他就叫韩国和赵国割让几座城池，答应和他们讲和。秦昭襄王全部同意，吩咐白起撤兵回国。后来秦王想叫白起再去攻打赵国，白起不服，秦昭襄王就革了他的官职，送给他一把剑，让他自杀了。然后命令王统率领20万大军，把邯郸围困了半年多，还是打不下来。秦王又命令郑安平带领5万精兵去增援。赵孝成王慌了，急忙请平原君去楚国讨救兵。平原君打算带20个文武全才的人跟他一同去楚国，可是这些人文是文的，武是武的，要是文武全才的还真不容易找。平原君挑来挑去，对付着挑到了19个人。平原君叹息说：“我费了几十年的功夫养活了3000人，如今连20个都挑不出来。”忽然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起来，自己推荐自己说：“不知道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平原君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毛遂，大梁人，也就是魏国的国都，在这儿待3年了。”平原君冷笑一声说：“有才能的人就好像一把锥子搁在兜里，它的尖儿很快就会露出来的。可是先生在我这3年了，我就没见你露过一面。”毛遂说：“这是因为我到今天才叫您看到了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搁在兜里，它早就戳出来了。难道单单露出了尖儿就算了？”平原君佩服他的胆子和口才，就拿着他凑上了20个人的人数，当天辞别了赵王，上楚国的成都，也就是河南的睢阳去了。平原君跟楚考烈王在朝堂上讨论着合纵抗秦的大事，毛遂呢和其他19个人站在台阶下等着。平原君把嘴都说得冒起了白沫子，楚考烈王说什么也不同意联合抗秦。他说：“合纵抗秦是贵国提出来的，可是没什么好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给张仪破坏了；我们的怀王当了纵约长，下场是死在秦国。齐王也想当纵约长，反倒给诸侯杀了。各国诸侯就只能自顾自，谁要打算联合抗秦，谁就先倒霉，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平原君说：“以前的合纵抗秦也确实有用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的时候，6国结为兄弟。自从环水之会以后，秦国的军队就不敢跑出函谷关来了。后来楚怀王上了张仪的当，想去攻打齐国，就这么给秦国钻了空子，这可不是合纵的毛病。
齐王呢，借着合纵的名义打算吞并天下，惹得各国的诸侯都跟他翻了脸，这可不是合纵的实策。可是平原君好说歹说，嘴皮子都说干了，楚考烈王就是愁眉苦脸的，不敢答应平原君。突然，楚考烈王瞧见一个人拿着宝剑走上了台阶，跑到他的跟前，嚷着说：合纵不合纵，只要一句话就行了，怎么早晨说到现在，太阳都直了，还没说停当？楚考烈王很不乐意地问平原君：他是谁？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毛遂。楚考烈王骂毛遂说：多，我跟你主人商议国家大事，你来多什么嘴？还不滚下去！毛遂拿着宝剑又往前走了一步，说：合纵抗秦是天下大事，天下大事，天下人都有说话的份儿，这怎么叫多嘴呢？楚考烈王见他跑上来，害怕了，又听他说出的话挺有劲儿，就只好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收起翎毛来，换了副笑脸对他说：先生有什么高见，请说吧。毛遂说：楚国有5000多里土地，100万甲兵，原来就是个大国，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以前的历史够多么光彩。没想到秦国一起来，楚国连着打败仗，堂堂的国王当了秦国的俘虏，死在敌国，这是楚国最大的耻辱。接着又来了个白起，把楚国的国都郢都给夺了去，改成了秦国的南郡，逼得大王迁到了这儿。这种仇恨10年、20年、100年也忘不了啊！这么天大的仇恨说给小孩子听，他们都会难受，难道大王倒不想报仇吗？今天平原君跟大王商议抗秦的大事，也是为了楚国，哪儿单是为了赵国呢？这段话一句句就像锥子似的扎在楚考烈王的心坎上，他不由得脸红了，连忙说：是。毛遂又盯问了一句，说：大王决定了吗？楚考烈王说：决定了。毛遂当时就叫人拿上了鸡血、狗血、马血来，他捧着盛血的铜盘子，跪在楚考烈王跟前说：大王做合纵的纵约长，请先歃血。楚考烈王和平原君就当场歃血为盟。平原君和那19个门客全都佩服这一把锥子的尖锐劲儿。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统帅8万大军，同时魏安西王也派晋鄙为大将，率领10万大军，共同去救赵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楚昭襄王听说魏国和楚国要发兵去救赵国，就派人去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给秦国打下来，谁要是去救，我就先打谁。魏安王吓得连忙派使者去追晋鄙，叫他在当地安营。晋鄙把魏国的10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临漳的西南。春山军也不敢再前进，在武关驻扎了下来。秦王叫大将王统加紧攻打邯郸，赵孝成王只好再打发使者偷偷地跑到了魏国，催魏安王快一点进兵救赵。魏安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他就只好这么不进不退地耗着。平原君也派人上邺城请魏国的大将晋鄙进兵。晋鄙回答说不敢自作主张。平原君又给魏公子信陵君写信，大意说邯郸万分危急，敝国眼看就快灭亡了，您姐姐黑天白夜的哭着，公子也得替您姐姐想一想啊。因为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接到这封信以后，再三央告魏安王叫晋鄙进兵，魏安王始终不答应。信陵君对门客们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自己上赵国去，要死就跟他们死在一起。他预备了车马，
绝技去跟秦军拼命，有1000多个门客也愿意跟着他一块儿去。路过东门，信陵君下车去跟他的朋友守门人侯生辞别。侯生冷淡地说：“公子保重，我老了，不能跟您一块儿去。”信陵君向他告别以后就走了。走不多远，信陵君越想越不对劲儿。侯生连一句体贴的话都没有，忍不住就再回去问问。侯生见信陵君回来了以后就说：“我料定公子准得回来。”信陵君说：“我一定有得罪先生的地方，特地回来请先生指教。”侯生说：“公子收养了几十年的门客，你这么上秦国的兵营里去，正像绵羊去跟狼拼命，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吧？”侯生接着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最宠爱的是如姬，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请大王给他报仇，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去替如姬报的仇，把仇人的脑袋给他送了过去。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他就是替公子死也心甘情愿。公子只要请他把兵符偷出来，拿了兵符去夺取晋鄙的军队，才能跟秦国打仗。”信陵君被侯生提醒了，就去跟如姬商量。如今当晚就把兵符偷了出来，交给信陵君。信陵君拿着兵符再上东门去跟侯生辞别。侯生说：“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数1数2的大勇士，要是晋鄙不把兵权交出来，公子就叫朱亥杀了他。”信陵君带着朱亥和1000多个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对他说：“大王特地派无忌来接替将军。”说着就拿出兵符验过。可是晋鄙起了疑心，这军机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重的铁锤，冲着晋鄙的脑袋一砸，晋鄙的脑袋被打得粉碎。信陵君拿着兵符给将士们下令：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可以回去；哥哥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养活老人，有病或者身子弱的也可以回去，其余的人都跟我去救赵国。信陵君重新编排军队，总共有8万精兵，他指挥这8万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统没有想到魏国的军队会突然来攻打，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儿。平原君也开了城门，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两边夹攻，打得秦国的军队就像山崩似的倒了下去。多少年来，秦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秦昭襄王赶紧下令退兵，已经死伤了1半的人马。郑安平的2万人给魏国的军队切断了退路，变成了孤军。他带领2万人投降了信陵君。赵孝成王亲自到魏国兵营来给信陵君道谢，说：“权杖公子救了赵国。”信陵君也谦逊了一番，他不敢回国了，就把兵符和军队交给魏国的将军带回去，自己留在赵国。甘罗12岁当上卿。楚公子春申君在武关听说秦国打了个败仗跑了，就带领8万大军回到了楚国。楚考烈王仍然想当霸主，就打发使臣上成州去请周赧王下令征讨秦国。周赧王管辖的土地还不如最小的诸侯国，而且还分成了2半，河南巩城一带叫做东周，河南王城一带叫做西周。周赧王答应楚王用周天子的名义去约会列国诸侯，但是只有西周、燕、楚派了很少的兵马，合纵又告吹了。可是秦国倒找到了借口发兵来打成州，西周投降了秦国，周赧王做了俘虏，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打这儿起，西周完了。秦昭襄王灭了西周，丞相范睢告退。公元前251年的秋天，
秦昭襄王病死，秦孝文王即位。他即位3天就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庄襄王。他用吕不韦作为丞相。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拜吕不韦为大将，发兵10万，灭了东周。秦庄襄王灭了东周才2年也病死了。吕不韦立13岁的太子为国君，他就是秦王政，后来呢被称为秦始皇。秦国的大权都在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假意跟燕国和好，先打发使者去破坏燕赵的联盟。燕王叫太子丹到秦国去做抵押，吕不韦又叫张唐去上燕国去当相国。不料张唐却推辞说，我曾经率兵打过赵国，赵国人都恨死我了，说谁能抓住我，要赏他方圆100里的地。这次去燕国肯定要经过中间的赵国，我这不是有去无回吗？还请派其他人去吧。吕不韦知道以后非常恼火，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他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面，一言不发地在窗子前站了很久，脸色阴沉的可怕。再说吕不韦家里有一个小门客叫甘罗，他是原来秦国的丞相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后，他就投奔吕不韦来了。甘罗见吕不韦很不高兴，就上前问道，丞相，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吕不韦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吕不韦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从小就在爷爷身边，知道的事很多，或许我能帮您出出主意呢。吕不韦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甘罗。甘罗听了，拍着胸脯说，丞相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说服张唐。吕不韦一开始不相信甘罗的话，但是听他说的那么坚定自信，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张唐听说吕不韦的门客来访，连忙出来相见。不料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态度一下子就变了。甘罗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从前应侯范睢打算攻打赵国，却遭到了武安君白起的百般阻挠，结果武安君离开咸阳才7里，就被应侯刺死了。现在丞相亲自请您去燕国当相国，您却找借口不肯去，您想想他会放过您吗？一席话说得张唐浑身直冒冷汗，甘罗心中暗自好笑，又补充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您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张唐这个时候非但不敢轻看这个10多岁的小孩子，反而连连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并且让甘罗转告吕不韦，自己立刻动身前往燕国。甘罗回去以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吕不韦做了汇报，吕不韦非常满意。甘罗担心张唐在经过赵国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就请求吕不韦允许他先到赵国去疏通一下。这一次吕不韦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并且呢还把这件事情报告了秦王，在秦王面前大大的夸奖了甘罗一番。秦王下令召见甘罗，问他见了赵王以后说些什么。甘罗答道，现在我不知道赵王将会有什么反应，我只能见机行事了。秦王很满意，给了他10辆车，100来名仆从，派他出使赵国。赵王听说秦国派来使者，不敢怠慢，亲自出城迎接。不料这位使者居然是个小孩，就不免小看他。赵王问，你今年几岁啦？甘罗回答说，小臣今年12岁。赵王哈哈大笑起来，秦国难道已经没有人可派了吗？怎么连12岁的小孩都派了出来？甘罗镇定自若地说，我们秦王用人完全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
才能高的人做大事，才能小的人做小事。秦王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所以就派我来了。赵王开始不敢轻视他，就问秦王派他来有什么事儿。甘罗并没有马上回答，却反问赵王：大王，您有没有听说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赵王点了点头说：听说了。甘罗又问：大王，您听说秦国打算派张唐做燕国的相国吗？赵王又点了点头。甘罗这才转入了正题：既然您都听说了，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赵王问：我为什么要着急呢？甘罗说：秦燕两国这么做，说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这样的话，你们赵国就危险了。赵王问道：那你看我们赵国该怎么办呢？甘罗说：依我看，大王不如把5座城池割给秦国，那样的话秦王自然很高兴。您就趁此机会请求秦王把太子丹遣回燕国，断绝和燕国的关系。这样的话，凭赵国的实力，打弱小的燕国绝不成问题。到时候您恐怕得到的就不仅仅是5座城池了。赵王觉得在理，他就依照甘罗说的，把河间一带的5座城池割让给了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16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甘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才12岁就当上了上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图穷匕现。秦王政到22岁的时候，开始执掌大权。公元前238年，有人利用太后造反，秦王政剿灭了叛乱。又过了1年，他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叫他自杀了。秦王杀了吕不韦，一心要统一中原，不断地向各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燕太子丹觉得只有杀掉秦王，燕国才有好日子过。他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的身上，一心收买能够刺杀秦王的人。有个杀人犯叫秦舞阳，有胆量，太子丹把他救了出来，收在自己的门下。连躲在燕国深山里的原秦国的大将樊於期，因煽动秦王政的兄弟长安君造反没有成功，逃到燕国，也来投奔太子丹。太子丹还请了很有本领的一位剑客荆轲。太子丹对荆轲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去联合各诸侯国也不行。我想，要是有位勇士打扮成使臣去见秦王，站在秦王的面前，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不答应，就把他赐死。荆轲说：秦国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都抗，那么都抗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东部。我要是能够拿着都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也许能够叫我当面见他。太子丹就叫人把地图拿了出来。荆轲背地里又去见了樊於期，对他说：秦王害死了将军的父母宗族，将军想报仇，我决定去行刺，怕的是见不到秦王。我要是能够拿着将军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让我见他。樊於期为了报仇，就拔出宝剑来自杀了。太子丹爬在樊於期的尸体上，呜呜地哭了一阵，叫人把尸体安葬了，把那个人头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交给了荆轲，又送给了他一把用毒药煎过的匕首，只要刺出秦王的一丝血，他就能够立刻死去。太
太子丹问荆轲什么时候动身。荆轲说：“我有个朋友叫聂盖，等他来给我做个帮手。”太子丹说：“哪儿等得了呢？我这有个武士叫做秦舞阳，就让他当个助手吧。”动身的那天，太子丹和几个心腹偷偷的把他们送到了易水，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摆上酒席。喝酒的时候，太子丹忽然脱去了外衣，摘去帽子，别人也都这么做。霎时，他们变成了全身传笑，大伙儿都显得很悲伤。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拿着竹，奏着一个悲伤的歌。竹就是古代的一种用竹尺敲出音乐来的乐器。荆轲按着拍子，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太子丹斟了一杯酒，跪着递给荆轲。荆轲一口喝了下去，伸手拉起秦舞阳，蹦上车，头也不回，飞也似的去了。公元前227年，荆轲到了咸阳，通报上去。秦王政一听说燕国的使臣把樊於期的人头和督亢的地图都送上来了，就叫荆轲去见他。荆轲捧着樊於期的人头，秦舞阳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一步的上了秦国朝堂的台阶。秦舞阳一上朝堂就不由得害怕起来。秦王的左右一见，喝了一声，说：“使者干嘛脸变了颜色？”荆轲回头一瞧，就见秦舞阳的脸色又青又白，跟死人差不多。他对秦王说：“他是北方的粗鲁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秦王对荆轲说：“叫他退下去，你一个人上来吧。”荆轲心里怪秦舞阳太不中用，只好独自捧着木头匣子献给秦王。秦王打开一瞧，果然是樊於期的头。他又让荆轲把地图拿过来。荆轲回到台阶下面，从秦舞阳的手里接过了地图，回身又上去了。他把那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指着给秦王看。等地图全部打开，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可就露出来了。图穷匕首现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秦王一见就立刻蹦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扔了地图，左手揪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扎了过去。秦王使劲的往后一转身，那只袖子就断了。他一下子跳过旁边的屏风，刚往外跑，荆轲就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是跑不了了，躲也没处躲，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地逼着，两个人好像是走马灯似的直转悠。台阶上面站着的几个文官全都手无寸铁，台阶下面的武士照秦国的规矩，没有命令是不准上去的。荆轲逼得那么紧，秦王政就只能绕着柱子跑。他身上虽说带着宝剑，可是来不及拔出来。有个伺候秦王的医生拿起药罐子对准荆轲打过去，荆轲打手一扬，秦王就趁着这个时候拼命地拔宝剑，可是心急宝剑长，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嚷道：“大王把宝剑拉到脊梁上就能拔出来了。”秦王政真的把宝剑拔了出来，只一剑砍坏了荆轲的一条腿，荆轲站不住，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拿匕首扔向了秦王政，秦王政往右一闪，那把匕首从他耳边擦了过去，打在铜柱上，嘣的一声直奔火星。秦王政跟着又向荆轲砍了一剑，荆轲用手一挡，被砍去了3个指头。荆轲笑着说：“你的运气真不坏，我本来想先逼你退还诸侯的土地，因此没有早下手，可你也长不了。”就这样，荆轲和秦舞阳没有刺中秦王，自己却被剁成了肉酱。韩非发愤著书。
秦王正一心想成就统一天下的霸业。这个时候，有个叫做韩非的人写了《孤愤》《五度》等文章，传入了秦国。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他拜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做老师，和他一起求学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斯。他们两个是荀况众多弟子当中学问最好、名声最大的。战国末期，社会局势异常混乱，各国诸侯为了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地位，展开了频繁的明争暗斗。有的恃强凌弱，对弱小的国家实行武力兼并，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韩非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局面下，儒家仁政的观点、仁者爱人的主张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了。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他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主张，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跟着变化，复古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的法治理论。韩非认为自己的主张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会被韩王所采纳。他满怀自信地向韩王呈上了自己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并且积极地向韩王献计献策。起先韩王还听得蛮认真，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听着听着，韩王就不耐烦起来。原来啊，韩非有一个口吃的毛病，一到紧张或者得意的时候，就越发口吃的厉害。韩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把韩非打发走了。韩非的满腔热情被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彷徨，他愤怒，他不甘心，他从悲愤当中崛起了。他想，我不能说，但是我还能写。我的主张不被韩王所采纳，但肯定有识才的明君。于是他埋头于著述当中，写出了《孤愤》《五度》《内储说》《外储说》《说灵》《说难》等1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以《孤愤》《五度》最为著名。在《五度》中，他把当时的儒家、游侠、纵横家、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五度，也就是5种蛀虫，主张坚决予以清除。他为推行变法、实行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的主张在韩国得不到重视，但《孤愤》和《五度》等名篇传入了秦国，秦王读了以后却喜欢极了。因为韩非的法家思想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和秦王称霸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感叹道：哎呀，真是厉害呀！我如果能够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且能够和他促膝交谈，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秦王急于实现他的称霸野心，他认为韩非能够帮助他尽快地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王看到情势危急，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非常高兴，以贵宾的礼节招待他，并且多次和他交谈，倾听他的变法主张。韩非非常振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冷不防背后里射来了冷箭，更没有想到这一箭竟然来自于昔日的同窗手足李斯。原来李斯在跟随荀况学习治理国家的办法之后，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他认为秦王打算吞并天下，霸气十足，在秦国自己一定能够大展身手。于是他辞别了老师，投奔了秦王，果然得到了秦王的重用。现在他看到秦王对韩非十分赏识，生怕韩非一旦得势会把自己排挤掉，于是他就鼓动上卿姚贾一起去面见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大王企图吞并诸侯之心天下人都知道，
韩非现在来向您献计，恐怕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韩国，而并非是秦国。这毕竟是人之常情嘛。大王如果不重用韩非，却把他留在秦国，这恐怕会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还不如趁早加以罪名，依法治死他，以免后患。秦王虽然十分赞赏韩非的变法主张，但是他却迟迟没有重用韩非，是因为他对韩非是否真的忠心于自己并不能肯定，而李斯的一番话加重了他的疑心。李斯看到秦王有些被自己说动了，就又火上浇油。大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请大王趁早决断，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人而误了大王的统一大业呀。李斯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要害，秦王终于下了决心。李斯得知以后，马不停蹄地派人把韩非投入了监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韩非万万没有想到，对自己赏识有加的秦王竟然会赐他死罪。他疑惑，他悲愤，他要为自己辩解。他大声说：“我要见秦王，我要向秦王表明我的忠心。”当然，秦王永远也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韩非在李斯的威逼下，只能服毒自尽了。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惜为时已晚。后来秦王采用了韩非的法治思想，这对他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人把韩非的诸多著作集中编成了《韩非子》这本书。秦王吞并六国。秦王政斩了荆轲，恨透了燕国，就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亲自带着兵马出去交战，被秦军打得稀里哗啦。燕王喜和太子丹带着一部分兵马和老百姓退到了辽东，秦王政非要把太子丹拿住不可，燕王喜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王政谢罪求和。谋士魏辽对秦王政说：“韩国已经兼并，燕国搬到了辽东，赵国只剩下了一个代城，代城在现在的河北魏县，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目前天冷，还不如先收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把这两个国家收复了，辽东和代城自然也就完了。”秦王政就把北方的军队撤回来，派10万人马去攻打魏国。公元前225年，秦国灭了魏国，接着去打楚国。秦王政发兵20万，结果打了败仗，将军死了7名，士兵死伤无数，退了回来。齐王大怒，用自己的车马亲自把王翦接到朝廷里来，拜他为大将，交给他60万兵马。出兵那天，秦王政亲自送到坝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的东部，在那里摆酒席给王翦送行。王翦斟了一杯酒，说：“请大王干了这杯。”秦王政接过来一口喝完。王翦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单子来，上头写着他要咸阳的上等田地几亩，上等房子几所，请秦王赏赐。秦王政一口答应下来，心里头想，这位将军小家子气。王翦率领60万大军去打楚国，路上又打发人回去向秦王请求给他修建一个花园。过了几天，再派人去恳求秦王赏赐一个水池子，好在里头养鱼。副将蒙武笑着说：“老将军请求房屋田地，还要花园水池子，打完了仗，将军还怕不能封侯吗？”王翦咬着耳朵对他说：“哪个君王不猜疑？你怎能保证咱们的大王不这样？他这回交给了咱们60万大军，简直把全国的兵马都交给咱们了。我左一个请求，右一个请求，
为的就是让大王知道我惦记着的不过是这点小事儿，让他安心呐。蒙武这才明白过来。王翦的大军到天中山驻扎下来。天中山在现在的河南商水的西北部。楚国的大将项燕带了20万兵马，副将景琦也带了20万兵马向王翦挑战。王翦把一部分的人马专门用在运粮草上，压根儿就没有理会项燕的挑战。这样过了1年多，项燕想，王翦原来是上这儿来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的军队搁在心上了。没想到在楚国人不做准备的时候，秦军排山倒海似的冲了过去。楚国的士兵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各自逃命。项燕和景琦带着败兵一路逃跑，兵马越打越少，地方越丢越多，项燕只好到淮上去招兵。王翦打下了淮南、淮北，一直打到了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的西部。楚国的副将景琦急得自杀了。楚王傅楚，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也当了俘虏。项燕招募了25000名壮丁，到了徐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泗县西北，碰见了楚王的兄弟昌平君从寿春逃来，向他报告楚王被掳的消息。项燕说，吴越有长江可以防御敌人，地方1000多里，还能够立国。他就率领大伙渡过长江，立昌平君为楚王，准备死守江南。王翦知道了昌平君和项燕退守江南，就叫蒙武造船。第2年，也就是公元前223年，王翦准备了不少的战船，训练了几队水兵，渡过长江，进攻吴越。这时楚国不能再挣扎了，昌平君在阵上被乱箭射死，项燕叹了口气，自杀了。这么一来，秦国想要吞并的6国就只剩下了燕、赵、齐3个。王翦灭楚以后，向秦王政告老，秦王政拜他的儿子王贲为大将，再去收拾燕赵。公元前222年，王贲打下了辽东，逮住了燕王喜，把他送到咸阳去。接着他就进攻代城，代王家，也就是赵王，兵败自杀。燕国和赵国全部归并到秦国，秦国统一6国，符合了地主富商和一般民众的愿望，所以能够在不到10年的功夫就把韩魏楚燕赵灭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齐国。齐王正派王贲向齐国进军。齐王见一向不敢得罪秦国，他把和好作为靠山，死心塌地地听秦国的话。他觉得有了秦国就什么都不怕了。等到韩魏楚燕赵5国都给秦国兼并了，他才派兵去守西部的边界，却已经太晚了。公元前221年，秦国调动好几10万的兵马，像泰山一样的压了过来。没有打多少仗的齐国的兵马哪儿抵挡得住啊？这个时候，齐王建想向各国求救，可是各国早就已经完了。王贲的大军一路进来，简直一点拦挡都没有。没有几天的功夫，就进了临淄，齐王建投降了。齐国一亡，范睢的远交近攻的计划完全成功了。打这儿起，6国全部归到秦国，天下统一。秦始皇筑长城。东周列国经过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500年的变迁，才合成了一个大国。秦王政跟着就改变了国家制度。当初6国诸侯都称为王，如今王没有了，那么自己又叫什么呢？他觉得自己的功劳威望比古时候的3皇5帝还要大，他就采用了皇帝这个称谓。
自己是中国头一个皇帝，就叫始皇帝，人们就称他为秦始皇。他想，以后就用数字来计算，第二个皇帝叫二世，再下去叫三世，这么下去一直到万世。他又叫玉器工匠刻了一颗大印，称为玉玺。秦始皇废除了分封诸侯的办法，采取了郡县制度，把天下分为36郡，由朝廷直接任命3个重要的长官。郡守就是一郡当中最主要的官长，郡尉在郡守底下管理治安，统领军队，郡监执行监察的事情，郡下面是县。秦朝的兵车要在从咸阳北到燕地，东到齐地，南到海边的36郡的道上都能够通行，就规定兵车的大小统一为轴上2轮的距离一律为6尺，道宽50步，秦呢是以6尺为1步，每隔3丈种上青松。修路的一部分人是原来的士兵。秦朝把各地所有的兵器都收到咸阳来，铸成了12个巨大的铜人和好些个大钟。交通一方便，商业就发达。秦朝的度量衡，也就是尺寸、斗升和斤两也做了统一的规定，把战国时一些地区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写法规定为统一的文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大军50万，平定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又增添了3个郡，在南方大兴水利。第2年，大将蒙恬在北方打败了匈奴，又添了1个郡，合成40郡。秦始皇下令规定，除了秦国的历史和医药、占卜、种树、法令以外，其余的诗书百家的言论全给烧了。谁要是私藏或者是拿古人的议论来反对现在的法令，就治罪。叫御史把反对皇帝的460多个犯禁严重的儒生和方士，也就是求神问卜的人都埋了，次一等的都轰到边疆去开荒。这就是秦始皇废分封、建郡县、车铜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的改革。秦始皇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抵御匈奴，修筑长城了。北方的匈奴趁着燕赵衰落的时候，一步步的枉然侵略，连河套大片的土地也给夺去了。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30万北伐匈奴，把河套地区收了回来，变成了44个县，把内地的囚犯大批的送到了那边去开荒。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御，秦始皇又征讨了几十万民夫，把原来燕国、赵国和秦国北边的长城连起来，又造了不少新的城墙，从临洮，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岷县，到辽东，也就是现在的辽宁、辽阳的西北，筑成了一道万里长城。以前的长城是各国在本国形势险要的地方修筑起来的，齐、楚、魏、燕、赵和中山等国都修筑了长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完成统一以后修筑的长城，只是将秦和原来赵、燕3国修造的北边的长城连贯成了一条。今天的6300公里的长城是经过汉朝以后历代修筑过的。张良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灭了6国，统一中原以后，就经常到各个地方去视察。公元前218年，他带着大队人马到了博浪沙，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的原阳。车马正在拐弯的时候，突然哗啦啦一声巨响，不知道打哪儿飞来了一只大铁锤，把一辆车打得粉碎。秦始皇就坐在前面的车上，半截半当的蹦到了他的跟前，差点打着他。好险呐！一下子车队就全停了下来，武士们四面搜索，没费多大功夫就把那个刺客给逮住了。主使行刺的人是从前韩国相国的公子，因为秦始皇下令搜索的紧，那位公子只好更名改姓，叫张良，又叫张子房。
张良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灭的时候，张良还年轻，他决心要替韩国报仇，就变卖家产，推说到外面去求学，离开了家。其实他是到外面去找机会暗杀秦始皇。他交上了一个大力士，情愿替他拼命。大力士使的大锤足足有120斤重，那么秦汉时的1斤呢，只有现在的半斤。他们探听到秦始皇要到这边来，就在博浪沙埋伏着，给了他一锤。哪知道打错了一辆车。张良逃啊逃，一直逃到了下邳，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睢宁的西北，躲了起来。他在这儿结交了不少的朋友，要替韩国报仇。不到1年的功夫，他在下邳出了名，邻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不知道他就是跟大力士在博浪沙行刺的韩国公子。有一天清早，张良散步，走到了一座大桥的下面，瞧见一个老头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大褂，搭着腿儿坐在桥头上。真怪，他一见张良过来，有意无意地把脚跟儿往里一缩，那只鞋就掉到桥下去了。老头回过头来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不由得火了，可是再一看那个老头，人家连眉毛胡子全都白了，7老8十的，他便走到了桥下，捡起那只鞋来。老头也不用手去接，只是把脚一伸，说：“给我穿上。”张良一愣，恭恭敬敬地拿着鞋给他穿上。那老头这才理了理胡子，微微一笑，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盯着他的背影望着，心想：这个老头一定有点来历。他赶紧走下桥头，跟在后头，看他往哪儿走。约莫走了半里地，老头知道张良还在跟着，就回过身来对他说：“你这小青年有出息，我倒乐意教你。”张良是个聪明人，就赶紧跪下向他拜了几拜，说：“我在这儿向您拜师了。”那个老头说：“好，过5天，天一亮，你到桥上再来见我。”张良连忙说：“是。”第5天，张良一早就起来，匆匆忙忙地洗了脸，就到桥上去了。谁知一到桥那边，那老头正在生气呢。他说：“年轻人，你该早点来，怎么叫我等着你？”张良跪在桥上，向老师磕头认错。那老头说：“去吧，再过5天，早点来。”说完就走了。张良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又过了5天，张良一听见鸡叫，脸也不洗，就跑到大桥那边去。怎么又晚了一步？那个老头瞪了张良一眼，说：“你愿意的话，过5天再来。”说着就走了。张良闷闷不乐，只怪自己不够诚心。到了第4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半夜里，他就到大桥上去静静地等着。过了不大一会儿，那个老头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张良赶紧迎上去。他一见张良，脸上显出了慈祥的笑容来，说：“这样才对。”说着就拿出了一部书交给张良，说：“你把这书好好的读，将来能够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张良挺小心的把书接过来，还想再问明白，那个老头连头也不回的走了。等到天亮，张良拿出书来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据说是周文王的军师姜太公编的。从此张良白天读，晚上读，把它读得滚瓜烂熟。密谋沙丘。张良行刺秦始皇没有成功，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反对焚书坑儒，被派去监督蒙恬在北方防守匈奴的30万军队。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东南去视察，这回跟着他出去的除了丞相李斯、宦官赵高，还有他的小儿子胡亥。那个时候胡亥也有20岁了，秦始皇挺喜欢他。他们越过了浙江，到了会稽郡。会稽郡的治所呢，在现在的江苏苏州。街道两旁挤满了人，车队过来了。秦朝的旗子多半用黑色，马车一辆接着一辆的，拿着长戟的卫士和带着各种刀枪的武士，在马前车后一批一批的过来。老百姓踮着脚尖要瞧一瞧秦始皇。这个时候，人群当中有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名叫项羽。后面跟着一个年过半百的大汉，是项羽的叔叔项梁。他们是原来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因为项梁后来杀了人，现在躲在吴中。看着看着，项羽嘴里嘀咕道：“那皇帝，我们可以夺取他的位子自己当。”背后的大汉听见了，连忙捂住项羽的嘴，咬着耳朵说：“你不要命了！”赶紧拉着小伙子从人群里溜走了。秦始皇在离开会稽郡吴中的时候，身子就很不舒服。到了平原津，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平原南部，就病倒了。随从的医官给他看病进药，可是全不见效。7月里，秦始皇到了沙丘，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广宗的西北，病情越来越重。秦始皇嘱咐李斯和赵高说：“快写信给扶苏，叫他立刻动身回咸阳。万一我好不了，叫他主办丧事。”李斯和赵高写了信给秦始皇看，他迷迷糊糊地看了看，叫他们盖上印，打发使者送去。他们正商量着派谁去的时候，秦始皇已经晏驾了。皇帝死了呢，从前叫做晏驾。丞相李斯出了个主意说：“这儿离咸阳还有1600多里，不是1、2天就能够赶到的。要是皇上晏驾的消息传了出去，里里外外可能引起不安，不如暂时保守秘密，赶回京城再做道理。”他们就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了车门和车窗，放下围子，外面的人怎么也看不见。随从的人除了小孩胡亥、丞相李斯、宦官赵高和几个近身的内侍以外，别的人全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文武百官照常在车外上朝，每天的饮食也像平日一样的送。李斯叫赵高把信送出去，请大公子扶苏赶回咸阳来。赵高藏着秦始皇给扶苏的信，偷偷的先跟胡亥商议篡夺皇位的事情。赵高是胡亥的心腹，跟扶苏和蒙恬都有怨仇。扶苏要是即位的话，一定会重用蒙恬，他必然会吃亏。为了这，他要帮助胡亥夺取原本是扶苏的皇位。不用说，胡亥是求之不得了。他们逼着李斯参加到他们里面来。李斯一来怕死，二来怕将来不能再做丞相，也就同意了。就这么着，3个人就假造遗嘱，立胡亥为太子。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扶苏，说他在外怨恨父皇，蒙恬和他是同党，都该自杀，兵权交给副将王离，不得违命。当时他们就派心腹把信送去，还叫他们的心腹逼着太子扶苏和蒙恬2个人自杀了事。赵高和李斯催着人马日夜赶路，可是1000多里的路程，一时怎么能够赶得到呢？再说夏末秋初的天气，尸体是搁不住的，没有多少日子，车里边就发出臭味来了。赵高派士兵去收购鲍鱼，叫大臣们在自己的车上各载上1筐。鲍鱼的味儿本来就挺冲，现在每一辆车都载上1筐，沿路臭气难闻，秦始皇车里的臭味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到了咸阳，还不敢把秦始皇的死信传了出来，直到扶苏和蒙恬都被逼死了，才给秦始皇出丧，立胡亥为20皇帝。
朝廷上别的大臣只知道这是秦始皇生前的命令，谁也不敢反对。丞相以下的大臣一律照旧，只有赵高升了官职，特别是得到了胡二世的信任。实际上赵高的权力比李斯还要大，他就跟二世两个人商量着要按照他们的意思管理天下。首先是杀害老臣，大兴土木，加重捐税，屠杀百姓，那还不把国家弄成一团糟才怪呢。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赵高二世准备安葬秦始皇，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的囚犯、奴隶和农民，修筑秦始皇在世已经在骊山开辟的坟地，把铜化了灌下去，筑成地基，上面修盖石室、墓道和墓穴，挖出江河大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还有别的花样，说也说不完。大坟里面埋着无数的珍珠、玉石、黄金和不少宫女。为了防止盗墓，墓穴里安了好多的杀人机关。完工以后，把所有坟的工匠全都封死在墓穴里面。二世胡亥葬了他父亲以后，怕篡夺皇位的事情败露，就屠杀了全部10多个哥哥、10来个公主，杀光难对付的大臣，下令建造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就开始造的阿房宫。那时中原的人口呢，也不过2000万，被征发去造大墓、修阿房宫、筑长城、守岭南的差不多就有200多万人。北方的地区很大，除了驻扎军队，还得押送大批贫苦的农民去防守。公元前209年7月，阳城，也就是现在河南登封的东南部，地方官派了2名军官，押着强征来的900名平民壮丁，动身到渔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西南去。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的贫苦农民也在里头。陈胜年轻的时候跟别的雇农一块儿给地主耕地。一天，大伙儿在地头上休息，陈胜对大家说：“咱们将来富贵了，大伙儿可别忘了老朋友。”大伙儿都笑了他，说：“你给人家扛活种地，哪来的富贵？”陈胜说：“哎，你们怎么知道有志向的人呐？”现在军官督促这一批壮丁往北赶路，他们到了大泽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宿州的东南，正赶上下大雨，没法走，但是耽误了日期，就得杀头。陈胜偷偷地跟吴广说：“这儿离渔阳还有几千里地，就算是雨马上就停，怎么也赶不上日期，这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咱们去也是死，起来造反失败了也是死，一样的死，还不如借着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起来造反。”吴广也情愿跟着陈胜一块干。第二天，陈胜替伙夫去买鱼，伙夫剖鱼，从鱼的肚子里剖出了一块绸子，上面有陈胜王3字。大伙儿仨一群儿俩一伙儿，咬着耳朵聊着。半夜里，大伙儿听到野外有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那是吴广在荒郊破祠堂里面学着狐狸叫的。嗨，谁知道呢？大家就对陈胜指指点点。时机到了，早晨，陈胜叫吴广一起去见凶恶的军官，大伙儿也一起跟了去。2个人进了军营，对军官说：“天下雨，误了期就要杀头，还是让我们回去种地吧。”2个军官，一个拔出宝剑就向吴广砍去。陈胜手疾眼快，一个飞腿，啪的一声把那个宝剑给踢了下来，连忙捡起来，顺手把他杀了。吴广夺过另一个军官劈来的刀，把他的脑袋劈开了。就这么着，外面的人也都拥进了营帐。陈胜、吴广对众人说：“兄弟们，咱们要活命，就得造反了！”大伙儿大声喊叫道：“咱们杀出去！”陈胜叫兄弟们做了一面大旗，旗上写了斗大的一个楚字。大伙儿对天起誓，同心协力替楚将项燕报仇。大伙公推陈胜、吴广做首领，
陈胜自己成为将军，吴广成为都尉，900条好汉一下子就把大泽乡给占领了。大泽乡的农民一听到陈胜、吴广出来反抗秦朝，都拿出粮食来慰劳他们。青年子弟纷纷拿着锄头、铁耙、扁担什么的到陈胜、吴广的营里来投军。人多了，一下子要这么多的刀枪哪儿来呢？他们就砍了许多的木棍做刀枪，砍了许多竹子，烧上留着枝子当做旗子。陈胜、吴广领着这么一支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浩浩荡荡出发去攻打县城。揭竿而起的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起义军打下了陈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陈胜召集陈县的父老乡亲，共同商议大事。陈县的父老一见陈胜的军队不抢东西，不伤害老百姓，个个喜欢。他们说，将军替天下百姓报仇，征讨残暴的秦二世，我们请将军做楚王。于是陈胜就称了王，国号张楚。陈胜派吴广带领一部分人马去打荥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西部，派周文带领另一部分人马往西去打京城咸阳，又派了几路人马去接应各地的起义。陈胜派到各地去的军队都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拥护。原来救国的地盘大部分都给起义军占领，起义军没到的地方也纷纷起兵响应。秦朝的统治眼看就给义军推翻了。起义军节节胜利，占领了大片的地方，可是战线越拉越长，号令不能统一，有好多地方反倒给旧六国的贵族分子霸占了。陈胜起兵不到3个月，赵国、齐国、燕国、魏国都有人自立为王，不去支援吴广和周文他们。后来吴广在荥阳碰上了秦国的大将李由，周文碰上了齐国的大将章邯，抵挡不住，打了败仗，都死了。最后这位首先起义为天下除害的张楚王陈胜也给叛徒杀害了。陈胜、吴广虽然死了，由他们点起来反抗秦朝残暴统治的那把火越烧越厉害，尤其是在会稽、在沛县出了不少英雄好汉。项梁拉起子弟兵。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在吴中的项梁和侄儿项羽也起来响应，他们杀了会稽郡守，占领了会稽郡。那时候项羽24岁，年龄跟他差不多的青年都乐意跟着他。不到几天的功夫，项梁就拉起了一支8000人的队伍。因为这些青年都是当地的子弟，也就成为8000子弟兵。他们怎么会到吴中的呢？项羽本来是下项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宿迁的西南部，从小就死了父亲，权杖叔父项梁把他养大。他的叔父是楚国的大将项燕，项家祖祖辈辈都是楚国的大将。楚国给秦国灭了以后，项梁老想着恢复楚国，替父亲报仇，可是自己没有力量。项羽小的时候，项梁亲自教他念书，项羽学了几天就不愿意再学，他说，念书不过是记录自己的性命。项梁教他学剑，他说，要学就得学能够敌得上万人的本领。项梁就教他兵法，项羽才学了几天，略略懂了一点大意，就又不肯再深入钻研了。后来项梁把仇人揍死，闯了祸，就带着项羽逃到了吴中，隐姓埋名跟吴中人士结交。吴中人士看见项梁能文能武，就把他当作老大哥来看待。项梁趁这个机会暗暗教给他们兵法。一般青年子弟见项羽长得相貌堂堂，个儿又高，力气大的连1000斤重的大鼎也能够举起来。鼎呢，就是一种3条腿儿、2个耳朵，用铜或者是铁铸成的器具，大伙儿都很佩服他。项梁、项羽带着8000个子弟兵
渡江，很快就打下了广陵，也就是在现在的江苏扬州，接着就渡过了淮河。沿河有不少的英雄好汉带着人马跟项梁联合起来，他们到了下邳就有6、7万人了。大军到了薛城，就是在现在的山东南部驻扎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刘邦的人带着100多名随从来投奔项梁。刘邦是沛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沛县，做过亭长。在秦朝的时候呢，10里为一亭，亭长是管理10里以内的小官，主要的职务本来是管当地的老百姓打官司，抓小偷，遇到重大的事情上县里去报告。可是在秦朝的暴虐的统治底下，亭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抓壮丁和押壮丁到咸阳或者骊山去做苦工。有一次，刘邦押着一批农民到骊山去，他们一天一天的赶路，每天晚上总有几个人逃走。这么下去，到骊山怎么交差呢？刘邦想不出办法来。下午，他叫壮丁们休息，准备过夜，自己买了10来斤酒喝着。天快黑了，他对众人说：“你们到了骊山做苦工，不是累死，就是给打死。我现在把你们都放了，你们自己找活路去吧。”说着，刘邦把每一个人拴着的绳子都解开，挥了挥手说：“去吧。”众人感激，其中有10几个壮士情愿跟着刘邦一块儿去找活路。晚上，刘邦又喝了不少酒，带着这10几个人不敢走大路，专拣小道走。谁知前面有一条大蛇横在了路上，大极了。刘邦拔出了宝剑，过去一瞧，是一条挺大的白蛇。他举起宝剑了，一下子把那条蛇剁成了2截。跟随刘邦的人就编故事说，白蛇是白帝的儿子变的，给赤帝的儿子刘邦杀了。赤帝的儿子杀了白帝的儿子，就是说世上出了真命天子，秦朝的天下长不了了。刘邦的人传出这个故事，好叫大伙相信刘邦是真命天子。斩了白蛇，刘邦同10几个壮士逃到了芒砀山，躲了起来。芒砀山呢，就是在现在的河南永城的东北部。别的无路可走的人也跑来入伙，日子不多就聚集了100多人。他们跟沛县里的文书萧何和监狱官曹山都有来往。那个时候陈胜、吴广打下了陈县，萧何就打发樊哙去叫刘邦回来。樊哙是一个宰狗的，他的妻子和刘邦的妻子是姊妹。刘邦和樊哙带着芒砀山的100多条好汉来到了沛县的城外，城里的百姓已经杀了县令，开了城门，把刘邦他们接进城里去。这么着，刘邦就做了沛公。这个时候他48岁。后来刘邦带领2、3千人占领了自己的家乡丰乡，又碰到张良带着100多人想去投奔起义军，2个人一商量，就去投奔了项梁。项羽破釜沉舟。项梁听了谋士范增的建议，整顿起义军，并把原来楚怀王的孙子孙兴找来立为楚王，并且仍然称作楚怀王。再说项梁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杀得章邯落花流水。项梁于是骄傲了，不把秦军放在眼里。谁知章邯卷土重来，向项梁发起猛烈的反扑，项梁猝不及防，战死了。项羽、刘邦也被迫退到了彭城。章邯乘胜前进，指挥秦军北上，一口气打下了赵国的都城韩章。这个时候的赵国已经不是战国时代的赵国了，而是新建立的一个政权。赵王歇慌忙逃到了巨鹿，巨鹿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北平乡的西南，连连派人去向楚怀王搬救兵。楚怀王便召见将士，想进攻京城咸阳。
他说：“谁先打进咸阳，就封谁为王。”项羽、刘邦都愿意去。楚怀王让刘邦去打咸阳，让项羽往北方去打章邯，围困巨鹿的30万秦军。项羽急着要替叔父项梁报仇，正想跟章邯拼个死活。楚怀王怕项羽势力太大，不容易管束，就拜宋义为上将军，拜项羽为副将，封他为鲁公，范增为末将，率领20万大军前往巨鹿去打章邯。公元前207年，宋义率领楚军到了安阳。安阳在现在的河南安阳的西南，停了10多天，急得项羽跑到宋义跟前，多次央告进军。宋义害怕秦军太强，按兵不动。到了第46天时，项羽再次要求进军。宋义拍着桌子，怒气冲冲地说：“你反了吗？怎么敢不服从我的命令？”项羽大怒，趁势拔出宝剑，把他杀了。项羽出来对将士们说：“宋义违背大王的命令，按兵不动，我奉了大王的密令，已经把他治死了。”将士们就公推项羽代理为上将军。项羽打发人向楚怀王报告，楚怀王只好立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派英布和蒲将军带领2万人马渡过漳河，一交锋，秦军就吃了败仗。项羽率领所有的军队都渡过河去。等全军都渡过了漳河，他吩咐士兵带上3天的干粮，把军队里做饭的锅都砸了，把船都凿沉了。成语破釜沉舟就是这么来的。他对将士们说：“这一仗只准进不准退，3天里头一定把秦兵打败。”楚军和秦军一交战，项羽咬牙切齿地直奔章邯。章邯本来打算假装打败，把项羽引进来，哪知道楚兵一个人抵得上秦兵10个，10个就顶上100。项羽的那只画戟更是神出鬼没，7上8下的一来就戳到了无数的人马。他骑的那匹乌骓马像飞一样的追赶着逃兵。章邯的军队争先恐后的乱跑乱窜，反倒把后面的几路接应的军队都冲乱了。章邯自己也逃了，秦军死伤1半。这么着，各路诸侯就公推项羽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的军队全由他统领。项羽准备去追赶章邯，谋士范增拦住他说：“章邯还有10-20万的人马，一时不容易消灭。赵高这么专横，二世那么昏庸，章邯打了败仗，他们一定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的。我们不如把军队驻扎下来，等他们内部争吵起来，我们直打过去，准能大获全胜。”果然不出范增所料，章邯把秦军打败的情况报告上去，请二世再派兵来。赵高就说章邯无能，请二世查办败将。章邯手下的将军们一个个气得要命。司马欣劝章邯向项羽投降，章邯只好派司马欣到楚营里去向项羽求和。范增劝项羽不要计较过去的仇恨，项羽同意了，还跟章邯订立了盟约，封他为雍王，立司马欣为秦军上将军，叫他带着20万投降的秦兵走在头里，项羽自己带着章邯率领各路诸侯浩浩荡荡地往西打过去。章邯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咸阳，谁都着慌了。可是赵高并不着慌，他早就有打算，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二世的身上，把二世杀了，然后投降项羽。他怕大臣不服，就牵着一头鹿来到了朝堂上，在大臣们面前指着这头鹿对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二世笑着说：“丞相别说笑了，这是一头鹿。”赵高把脸一绷说：“怎么不是马？请众位大臣们说吧。”大臣中不少有人说那是马，但是说是鹿的大臣，有的暗地里给赵高杀了的，也有借个罪名治死了的。
宫内宫外大小官员谁敢反对赵高？连二世都怕他了。刘邦约法三章。当各路诸侯攻破武关，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丹凤东南的时候，离咸阳不远了。赵高派心腹把二世杀了。赵高想自己即位，又怕进关的诸侯不服，就把二世的侄子子婴立为秦王。子婴明白赵高一肚子坏水，非常危险，就设计杀了赵高。项羽想借着咸阳内乱连夜进军，又怕投降过来的秦军叛变，大军到了新安城南，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新安。楚军把投降的20多万秦兵都给杀了，埋在大坑里。打这儿起，项羽的残暴出了名。公元前207年，刘邦进了武关。秦王子婴派了5万兵马守住瑶关，瑶关在现在的陕西商县的西北。刘邦用了张良的计策，派兵在关左右的山上插了无数的旗子作为疑兵，又吩咐大将周勃带领全部人马从东南侧突然打进去，杀了主将，消灭了这一支秦军。刘邦的军队进了关，到了坝上，秦王子婴带着大臣们前来投降，车马好像带笑似的，都用了白颜色。刘邦接受了子婴的投降，把做了46天的秦王子婴交给将士们看管。刘邦的军队进了咸阳，将士们乱纷纷的争着去捡值钱的东西。萧何首先走进丞相府，把那些有关国内户口、地形、法令等的图书和档案都收管起来，这些文件是将来治理国家不能少的，他认为这比金银财宝更有用。刘邦进了阿房宫，一看见宫殿这么富丽，宫女们这么漂亮，就进了内宫，躺在龙床上不想离开了。部将樊哙这个时候闯了进来，说：沛公要打天下，还是要做富家翁？这些穷奢极欲的东西都是秦灭亡了，你还要这些干什么？还是快点回坝上去吧。恰巧张良也进来了，张良对刘邦说：请您听从樊将军吧。刘邦只好封了库房，自己回到坝上的军营里去了。刘邦召集了各县的父老，对他们说：你们吃秦朝的苦头已经吃够了，从今儿起，秦朝的法律一律废除。我跟诸位父老们订立3条法令：第一，杀人的偿命；第二，打人的犯罪；第三，偷盗的犯罪。犯罪的轻重看犯罪的轻重而定。约法三章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百姓们兴高采烈，纷纷拿着牛羊肉、酒和粮食来慰劳刘邦的将士。刘邦耐心地劝大伙把这些东西拿回去。他说：粮仓里有的是粮食，父老乡亲们就不要操心了。打那起，刘邦的军队给关中的百姓留下了好印象。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区呢，被称为是关中。百姓们都希望刘邦留在关中做王，但刘邦却担心项羽也会打进关中，不肯放过自己。有一个谋士说：将军，我们可以一面立刻派兵去守函谷关，别让诸侯的军队进来，一方面招收关中的壮丁，扩大自己的军队，这样才可以抵抗诸侯。听他这么一说，刘邦就派兵去守函谷关，不准项羽的军队进来。项羽的大军到了函谷关，刘邦的守关将士说：沛公有令，无论哪一路军队都不准来。项羽知道以后，气得连眼珠子都凸出来了。他打进函谷关，到了新丰、鸿门。鸿门在陕西的西安东北部，把大军驻扎下来，召集将士们商怎么去惩罚刘邦。项庄，鸿门宴舞剑。
项羽和将士谋士们正在商量怎么对付刘邦。范增说，刘邦原来是个又贪财又好色的无赖，这会儿进了关，不贪财物和美女，可见他的野心不小啊。项羽瞪着眼珠子大骂，刘邦这个小子，明天一早我就到坝上去收拾他。这个时候项羽有兵马40万，号称100万，在鸿门扎营。刘邦有兵马10万，号称20万，扎在坝上，距离项羽兵营不过40里地。项羽哪里知道他的另一个叔父项伯跟张良有生死之交，连夜骑着快马跑到刘邦的营里，想救出张良。张良把项伯的话又告诉了刘邦，刘邦吓了的没法说了都，就和张良2个人去求项伯来说情。项伯叫刘邦明天一早就去向项羽赔个不是。刘邦说啊，当然。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刘邦带着张良、樊哙、夏侯婴等几个心腹和100来个人到鸿门来了。到了营前，刘邦只带着张良1个人进去见项羽，他不敢行平辈礼，趴在地上说，刘邦拜见将军。项羽杀气腾腾地问他，你有3项大罪，你知道不知道？刘邦说，我只不过是个沛县的亭长，听了别人的话，起兵伐秦，才投在将军的旗帜下，听从将军指挥，丝毫不敢冒犯将军。项羽说，天下痛恨秦王，你自作主张的放过他，这是第一；你随便改变法令收买人心，这是第二；你抗拒诸侯不准他们进关，这是第三。刘邦说，请将军允许我把话讲完，再把我的罪。第一，齐王子婴前来投降，我不敢自作主张，只是暂时把他看管起来，等候将军发落。第二，秦国法令苛刻，我急于约法3章，就是为了宣扬将军的恩德。第三，我怕盗贼未平，秦军的残余可能作乱，不能不派人守关，哪敢抗拒将军呢？项羽听到这儿，脸色缓和多了。刘邦接着说，将军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我们同心协力，托将军的鸿福，我先进关，能在这见到将军，真是够高兴的了。哪知道有人从中挑拨，叫将军生气。项羽直爽地说，这都是你部下曹无伤说的。说完，他叫刘邦坐下，留他喝酒。项羽和项伯殷勤地劝他喝酒，刘邦提心吊胆的不敢多喝。喝酒喝了不少时间，范增见项羽还是不杀刘邦，急得拿起腰带上拴着的一块玉，再三向项羽使个眼神，项羽就是不下手。没办法，范增借个理由出去，叫项羽的叔伯兄弟项庄过来，对他说，大王太厚道了，你快进去给刘邦敬酒，完了就给他们舞剑，巧个方便杀了刘邦，要不然咱们将来都要做他的俘虏。项庄进去敬过酒，说，请允许我舞剑给沛公下酒。说着就拔剑起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项伯看出了名堂，也起来对项羽说，一个人舞不如2个人舞。他也拔剑起舞，老是把身子挡住刘邦。张良也像范增那样向项羽告了个遍儿，就来到了军门外。樊哙上来问，怎么样了？张良说，十分紧急，项庄舞剑要对沛公下手。樊哙说，要死在一块儿，过去。樊哙右手提着宝剑，左手抱着盾牌，直往军门中冲去。士兵们横着堂脊不让他进去，樊哙拿盾牌一顶，就顶倒了2个士兵。他们还没有爬起来，樊哙就已经进了中军，用剑挑起了帘子，冲到里面，气得连头发都往上直竖，2只眼睛瞪得连眼角都要快裂开了。项羽坐不住了，按着剑说，你是什么人？张良抢先回答说，
他是替沛公驾车的樊哙前来讨赏。项羽说：好一个壮士，赏他1斗好酒，1只肘子。底下的人就给了他1斗酒，1只生的猪肘子。樊哙咕噜一声喝完酒，把盾牌覆在地上，把生的猪肘搁在盾面上，用剑切着吃。项羽说：壮士还能喝吗？樊哙说：我死都不怕，还怕喝酒。秦王像豺狼虎豹一般，只知道杀人，才逼得天下都起来反抗。怀王跟将士们约定，谁先进关谁就做王。现在沛公先进了关，他可并没有称王。他封起了库房，关起了宫室，把军队驻扎在坝上，天天等着大王来。派士兵去守关也是为了防备盗贼，防备秦人作乱。沛公这么劳苦功高，大王没有给他什么赏赐，反倒听了小人的挑拨，要杀害有功劳的人。这是走秦王的老路，我以为大王不能什么样。项羽没有答应，光说坐。过了一会儿，刘邦起来上厕所，张良向项羽低声地告了个遍，带着樊哙跟了出来。樊哙叫刘邦溜回去，刘邦嘱咐张良留着带他向项羽告辞，他只带着樊哙、夏侯婴他们几个从小道跑回坝上去了。刘邦一回到营里，就立刻把向项羽告密的曹无伤斩了。项羽看见刘邦好久没有回来，就派陈平去请他。张良进去赔不是，说：沛公醉了，怕失礼，叫我奉上白璧1双献给将军，玉斗1双献给亚父。项羽说：沛公呢？张良说：他怕将军的部下跟他为难，先走了，这会儿大概已经快到坝上了。张良献上礼物，等他向范增献玉斗的时候，范增拔出剑来，把他打破了，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个小筛子，没法替他拿主意。夺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我们瞧着做俘虏吧。萧何月下追韩信。项羽进了咸阳，杀了子婴和秦朝800多名贵族以及4000多个文武官员，分封了18位诸侯王，尊楚怀王为义帝，自封为18位诸侯王的首领，西楚霸王。这引起了诸侯的不满和纷争，被封在巴蜀，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和汉中，也就是陕西汉中的汉王刘邦，到了南郑，也就是现在陕西汉中的南部，拜萧何为丞相，曹山、樊哙、周勃等为将军，养精蓄锐，准备将来跟项羽争夺天下。可是官兵们不愿意在山里过，差不多天天有人逃走，急得汉王连饭都吃不下去。这一天，有人来报告说，萧丞相逃走了。汉王急坏了。到了第3天早晨，萧何才回来。汉王又是高兴又是恨，问：你怎么也逃了？萧何说：我怎么敢逃？我是去追逃走的人。汉王问：你追谁呀？萧何说：韩信。韩信从小是个孤儿，他穷得没有饭吃，有的时候靠洗杀的老妈妈让他吃一口。他爱身上挎着一柄宝剑，有个杀猪杀狗的屠夫的儿子欺负他，让韩信从他的裤裆底下爬过去，韩信也爬了。后来在项梁的军队经过淮阴的时候，他去投军当了兵。项梁死了以后，项羽叫他做个执戟郎中。韩信好几回向项羽献计，项羽都没有采用。后来沛公被封为汉王，像充军似的被霸王逼到汉中去，韩信又去投奔他，希望自己能够有点出息。一个偶然的机会，萧何看见了韩信。萧何觉得韩信谈吐不凡，才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在汉王跟前3番5次地推荐他为大将。汉王总是摇摇头说，要是拜他为大将，不但三军不服，诸侯取笑，
项羽听了也会小看我们，就是跟我出来一块打的周勃、灌婴、樊哙他们，能不说我赏罚不明呀？萧何说，周勃他们都有大功，可是不能跟韩信比。韩信知道汉王不肯用他，这一天天一亮，他就带着宝剑，骑着一匹马出东门去了。萧何的手下慌忙跑到丞相府报告说韩信走了。萧何急忙骑上快马，带了几个随从就去追。萧何一路问一路追，直到天黑还没有追到韩信。他又在月亮底下赶了一阵，转过山腰，下了山坡，前面是一条雪亮的河。远远望见有个人牵着马在河边上来回溜达，那不是韩信是谁呀？萧何使劲的加上两边大声嚷嚷，韩将军，韩将军！韩信见了萧何，连忙跪下说，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丞相的情谊，可是汉王……这个时候腾空夏侯婴也赶到了，两个人硬是把韩信拉了回去。汉王听说萧何追的是韩信，就来气了。他说，逃走的将军也有10来个了，没听说过你追过谁，独独去追一个钻裤裆的，这明明是骗我。萧何说，将军有的是，像韩信那样独一无二的人才哪儿去找？大王要是准备一辈子躲在汉中，就用不着韩信；要是准备打天下，那就非用他不可。汉王想了想，说，那我就依着你，让他做个将军。萧何说，叫他做将军，他还得走。汉王说，那你就拜他为大将吧。萧何要求汉王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于是刘邦让人造起了拜将台，择了好日子准备拜将。赶到拜将的那一天，见到拜授大将印的不是别人，原来是韩信，全军都愣了。举行拜将仪式以后，汉王说，丞相屡次推荐将军，将军一定有好计策打败霸王了。韩信说，大王是要跟霸王争天下？汉王说，是啊。韩信又问，大王自己估计比得上霸王吗？汉王说，比不上。韩信说，我也以为比不上，我曾经在霸王手下做过事儿，我知道他这个人，吆喝一声就能够吓坏千百个人，多么勇啊！可是他不能任用有本领的将军，这叫匹夫之勇。霸王对人很恭敬，看见别人有病他会流眼泪，心眼好，可是对于有功劳的人应当封爵，他不肯封，即使封了，他还是把印子拿在手里，横摸竖摸，舍不得交给人家。霸王虽然做了诸我的首领，看起来好像很强，其实他所到过的地方没有什么不被破坏的，天下都怨他，老百姓不向着他，已经失去了人心。所以我说，他的强很容易变成弱的。汉王听了心里很高兴。韩信又说，大王您所到的地方什么都不侵犯，进了关，废除秦朝残暴的刑法，跟秦人约法3章，秦人都向着大榜。再说三秦的3个将军章邯、司马欣、董翳，欺骗了士兵，投降了诸侯，到了新安，霸王把投降的士兵坑害了20万，单单留下这3个秦将，还封他们为王。可是秦国的父老兄弟痛恨这3个人，都痛恨到骨髓里去了。大王发兵东去，只要发个通告，3秦就能平定。汉王越听越后悔，没有早点拜他为大将。接着韩信就开始操练兵马，准备给霸王作战了。暗度陈仓。韩信当了大将，没费多少日子就训练成了一支很整齐的军队，将士们也都高高兴兴地听他指挥。军队训练好了，韩信就跟汉王萧何先商议好，然后把东征的计划
告诉夏侯婴、曹参、周勃、樊哙这几个人，吩咐他们保密，分头去干。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王和韩信率领大军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叫丞相萧何留在那儿收税征粮，供应军饷。韩信下令樊哙、周勃带领1万人马去修栈道，限期3个月完工。栈道修不好，大军就过不去。可是沛公当初为迷惑项羽，表示不再争天下，烧毁的栈道有300多里。这儿地势险恶，限期紧，口粮又少，士兵们个个抱怨。樊哙自己也说，这么大的工程，就是修上它1年也没法完工。士兵们干活就更没劲儿了。过了几天，上头又派来3、5个工头，还押来了1000名民夫。他们传达汉王的命令，说樊哙、周勃出口怨言，给他们撤职处分，把他们调回去了。新的工头果然比樊哙他们强，天天督促士兵民工运木料、送粮草，吵吵嚷嚷。栈道没修多少，汉王要新兵东征的警告早已经到了关中。章邯听到消息，一面派探子去打听修栈道的情况，一面调兵遣将，做拦截汉军的准备。他听了探子们的报告，才知道汉军的大将原来是钻裤裆的怀疑人韩信。汉王的将士们都不服气，修栈道的士兵和民工天天有逃走的，别说3个月，就是1、2年也修不到这边来。栈道不修通，就算汉军长了翅膀，也飞不到关中了。话虽如此，章邯还是派兵马到西边去守住栈道的东口，天天派人打听汉军的动静。有一天，突然来了个急报，说汉王大军已经过了栈道，夺去了陈仓，朝来了。栈道没有修好，汉军怎么能过来呢？原来这是韩信用的计，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韩信大军到了，章邯亲自带领军队去抵抗。韩信早就侦察了地形，先派樊哙、周勃、灌婴他们去攻咸阳。赶到这边，韩信引水灌城，章邯兵败自杀。那边樊哙他们已经进了咸阳。关中百姓对约法3章的汉王本来就有好感，一见汉军到来，大多不愿意抵抗。不到3个月的功夫，三秦就成了汉王的地盘。霸王气得鼻孔喷火，头顶冒烟。他要向西去攻打刘邦，又得向东去攻打齐国的田荣。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张良给他来了一封信，劝他去东征田荣。张良在信中说，汉王只要在关中做王，就心满意足啊。倒是齐梁赵代等地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打西楚，将来就难以收拾了。霸王和范增知道这是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可是平定了叛变的齐梁赵代，回头来再收拾关中也不太难。要是先去对付刘邦，往后齐梁赵代就更没有办法收拾了，倒不如将计就计。项羽决定先去进攻齐王田荣。霸王通知魏王、殷王小心防备汉军，又叫九江王英布发兵一同去征伐齐王田荣。英布存心自己独霸一方，虽说有病不能到远处去，派了几个将军带着几千兵马去敷衍霸王。霸王就另外给英布一道秘密的命令，吩咐他暗杀义帝。霸王让义帝搬到长沙去，义帝不乐意，慢吞吞的在路上磨蹭着。英布打发一班心腹扮作强盗，追上义帝的船，在江面上把他杀了。霸王缺了一件心事儿，就专心的去攻打齐梁。霸王打到齐国，齐人把守城阳，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弄得霸王一时没法打进去。后来汉王又用离间计说，霸王谋士范增私通汉王，霸王受骗上当。范增感到很不妙，就说自己年老体衰，就告老还乡了，结果病死在半路上。霸王用兵
围困汉王2年多。公元前203年，汉王突围出去，到了广武，也就是现在河南荥阳的东北。汉军占领了广武的西边，楚军占领广武的东边，两军相峙。一次汉军在阵前数落霸王的罪行，被霸王的弓箭手射中。张良对汉王说，抓住楚军缺粮的机会跟霸王讲和。于是汉王派人向楚王建议，楚汉双方拿荥阳东南的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属楚，以西属汉，双方停战。霸王同意了，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其实只是汉王的缓兵之计。他采用了张良、陈平的计策，不到2个月，组织了韩信、彭越、英布3路大军会合，由韩信统帅追击项羽。刘邦准备跟项羽最后决战了。四面楚歌。公元前203年的12月，韩信把兵马屯在垓下，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灵璧的东南，布置了10面埋伏，要把霸王引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把他围困起来。韩信故意拿话去激霸王，让他气得鼻孔喷火，头顶冒烟才好。他编了4句话，让士兵冲着楚营叫喊：人心都被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霸王率领10万大军一直冲到垓下，没碰着韩信，一看四面全是汉兵，楚军进入了重围。霸王带领人马只管往前冲，谁也抵挡不住。他看见了韩信，更不肯放过。韩信一边作战一边后退，霸王追赶了好几里地，杀散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杀出一层还有一层，四面八方全是韩信10面埋伏的人。霸王转过身来，跑回垓下的大营了。夜里，项羽听到周围汉营里的士兵唱的竟是楚人的歌，四面楚歌的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霸王吃惊不小，他说：难道楚军都投降刘邦了？为什么汉营当中楚人这么多呢？说着，他就在帐里喝起闷酒来。他留恋他宠爱的美人虞姬，他常常侍候在他的身边，还有那匹骑了5年的乌骓马。想到这儿，霸王再也忍不住了，他悲壮愤慨，唱起了自己所作的诗歌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奈若何。这首歌的意思是，力气拔得起一座山，气魄压倒天下好汉，时运不利，乌骓马不肯走。马儿不跑怎么办？虞姬呀虞姬，你可怎么办？项羽一连唱了几遍，虞姬跟着一块儿唱，他唱得流下了几行眼泪，伺候他的人全都哭了，不忍心抬头看他。霸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子弟兵猛虎似的冲了出去，突出重围，往南跑。他打算渡过淮河，再往东去。霸王和800子弟兵沿路杀死了汉兵，韩信、英布、周勃、樊哙他们分头追赶。霸王拍着乌骓，飞一样的直跑。等霸王渡过淮河，到了南岸，又跑了一程，就迷了道，不知道哪一条道可以通到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项羽就向一个庄稼人问路，那个庄稼人不愿意帮他，就说：霸王左边走。霸王就跟100多个子弟兵从左边跑下去，跑了一阵，连道也没有了，前面只是一片水洼地。他们的马
陷在泥泞里，连蹄子都不好拔出来。霸王这才知道受了骗，走错了道，赶紧拉转缰绳，再回到三岔路口。汉兵可已经追到了。霸王往东南跑，到了东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定远的东南。点了点人数，一共才28个骑兵，追上了的人马有好几千。霸王觉得没法脱身了，就带着28个人上了山岗。他对他们说：我从起兵到现在8年了，亲身作战70多次，战无不胜，成了天下的霸王。今天在这儿被围，这是天数，不是我不会打仗。他把28个士兵分成4队，说：我们先杀他们一个大将，你们跑下去到东山下会齐。他大喊一声，向一个悍将直冲过去，杀了一个悍将。霸王到了东山下，那4队28个子弟兵全都到了。汉兵赶来，又展开血战。霸王专挑汉兵多的地方冲杀，他左刺右劈，又杀了汉军的一个都尉和不少士兵。汉军将士不敢逼近楚兵，远远的嚷着躲着。霸王点了点自己的人数，仅仅少了2个。霸王杀退了汉兵，带着26个子弟兵一直往南，跑到了乌江，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的东北部。乌江亭长荡着一只小船在这等，他知道来的是霸王，就催他马上渡河。他说：江东虽小，可是也有1000多里的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还可以在那边做王。这儿只有我这只船，请大王赶快渡过河去。霸王笑着对亭长说：当初我跟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来打天下，到今天他们全完了，我哪能一个人回去呢？就说江东父兄同情我，立我为王，我哪儿有脸见他们呢？他接着说：这匹乌骓马我最喜爱，曾经一天跑过1000里地，我舍不得杀了他。我知道您是个忠厚长者，我很感激您的一片好意，这匹马送给您。他和26个子弟都拿着短刀步行跟汉兵交战，他们杀了许多汉兵，自己也一个个的倒下。末了只剩下霸王一个人，他身上受了10几处伤，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杀。高祖回家乡。刘邦灭了项羽，马上夺了韩信的军权，封他为楚王，让他回家乡。因为秦朝是在公元前206年灭亡的，所以汉朝的纪年也就从这一年开始。其实刘邦到公元前202年才当了皇帝，历史上称他为汉高祖。他建都洛阳，后来把秦都咸阳改名为长安，把都城建到长安去了。历史上把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的这段时期称为西汉，也叫前汉。天下平定以后，汉高祖举行了一个庆功酒会，文武大臣喝酒说笑，十分热闹。喝到高兴处，汉高祖就问：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天下？大伙儿都说了一大箩筐的奉承话。大臣王陵说：皇上派将士去打仗，打下了城邑，有封有赏，项羽不肯把地方分给有功劳的人，文臣武将不肯尽力，那还不失天下？汉高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成功失败全在用人上。坐在帷帐里面定计划，能够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利，这一点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运送军粮，我比不上萧何。
统帅100万大军打胜仗这一点我不如韩信。这3个人都是当世的豪杰，我能重用他们，所以我得了天下。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因此就被我灭了。大伙都说汉高祖说得对，说得深刻，十分佩服他。说是天下太平，汉高祖还是很担心。齐王田广，也就是田荣的儿子死了以后，田横做齐王，他带着心腹500多人逃到了东海的一个海岛上。汉高祖派人去叫他白，田横到了离洛阳30里的地方自杀，不肯投降。后来汉高祖派人去招降他手下的500壮士，这些人祭过田横墓以后也自杀了。汉高祖想，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能不替项羽报仇吗？这个时候有人向汉高祖报告说，钟离昧就躲在韩信那里。汉高祖又多了一重心事。公元前201年，汉高祖采用陈平的计谋，去巡游云梦泽，通知受封的功臣到陈地相见。韩信有所顾忌，不敢去，他只好向钟离昧说不能再庇护他了。钟离昧恨恨地说：“我认错人了。”就自杀了。韩信来拜见汉高祖，汉高祖吆喝一声，武士们就绑了韩信。他愤愤地说：“古人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平定，我就该烹了。”有人劝汉高祖从宽处分，安定人心，汉高祖便取消了韩信的王号，改封为淮阴侯。可是诸侯王存心割据地盘的事儿，还是让他睡不着觉。汉高祖让萧何订立规章制度，好管理国家。可是有的诸侯就是不服从朝廷的命令。将军王熙自立为代王，汉高祖吩咐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一同去征伐。他俩都推说有病，汉高祖只好自己带兵去了。汉高祖出征的时候，韩信的手下人告发说，陈豨造反是韩信的主意，他们秘密约定共取天下。吕后和丞相萧何商议了一个计策，故意散布消息，说陈豨已经全军覆没，皇上快回来了，大臣们都到宫里去贺喜。韩信一进宫门，就被早已经埋伏好的武士绑住杀了。接着梁王彭越的手下告发彭越谋反，发告组派人把彭越带到洛阳，发所平民，叫他到蜀中去。半路遇到吕后，他求皇后开恩，吕后把他带回洛阳。吕后对汉高祖说，把彭越送到蜀中去，这是放虎归山。汉高祖就把彭越杀了。淮南王英布一听说韩信、彭越被杀，干脆起兵反汉。汉高祖发兵讨伐，他在阵前责备英布说，你何苦造反？英布说，项羽封你为王，你造反做了皇帝，我造反也想做皇帝了。英布的弓箭手给汉高祖当胸一箭，他拔出剑忍住疼，派别的将军带领军队去追击，杀得英布大败而逃。汉高祖历来把天下看作是刘家的产业，这回他发兵平定了叛乱，路过老家，能不风光一下？他在沛县大摆酒席，和他的父老子弟快活了10几天。他写了一首诗，名叫《大风歌》，交由120个沛县的孩子学唱。汉高祖喝足了老酒，敲打一种叫做竹的乐器，孩子们和着他唱，头一句是大风起兮矣，云飞扬。大概他想到东征西讨的情形都在里头了。再句得意洋洋，
唱得抖起来了。老子当上了皇帝，今天是魏家海内兮归故乡。末了一句，他想到原来忠于他的人，有的非杀不可，不杀就各自割据叛乱，国家四分五裂；有的离开他了，而今忠心耿耿跟着他的人太少，这叫他犯了愁。所以他唱道：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怎样才能得到心腹猛将，保住刘家的基业呢？唱着唱着，汉高祖跳起舞来，流出了几行眼泪，激动起来了。白马盟誓。汉高祖在老家沛县大摆酒宴，又唱又跳，一高兴就宣布从此免了家乡的赋税。过了10多天吧，汉高祖要离开沛县，起驾回长安。沛县的老叔老哥们死死地留住他，不让他走。汉高祖说：跟随我来的人太多了，老叔老哥们供养不起呀。说完就动身了。汉高祖的老叔老哥们叫全县的人都到城西去献牛啊酒的，表示沛县养得起这大队的人马，逼得全城的人都去了。汉高祖看到他们这么热情周到，又下令大批人马留下来。沛县的老百姓搭营帐，让汉高祖再和他的父老乡亲们畅畅快快的喝上3天酒。高祖便把他哥哥刘仲的儿子跟从高祖讨伐过英布的刘濞封为吴王。汉高祖派别的将军领兵马去追击英布，在瑶水，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打了个大胜仗，杀了英布。也有人说呢，英布想逃到长沙，半路上被人暗杀了。11月份，汉高祖回到了长安，因为有人密告说，燕王卢绾曾经派人跟陈豨有过反叛的密谋，高祖就派樊哙和周勃率领兵马去讨伐燕王，封皇子刘建为燕王。汉高祖在讨伐英布的时候，胸部中过箭，伤势越来越严重了。在从沛县回长安的路上，伤口就发作了。回到长安，病情十分沉重。他的妻子吕后估计他活不了几天，派人请最好的大夫去给他看病。医生们进了汉高祖的寝宫，给他检查诊视十分仔细，折腾了大半天。汉高祖很不耐烦，他问大夫们说：你们这么忙活，我的病怎么样？大夫们磕破了头，告诉他说：但陛下的病并不重，能够治好。汉高祖嘴角往下一撇，说：我从一个平民提一把3尺长的宝剑打了天下，这不是天意，命该当皇帝吧？我寿命的长短握在老天爷的手里，由老天做主。你们这些人，就算你们是战国时的神医扁鹊在世，顶什么用？他不让大夫们治病，把这些良医轰出宫去。汉高祖有病不医，吕后也吓得不行。他看到汉高祖时日不多，也就是早晚的事儿，他大着胆子战战兢兢地问：陛下，100岁以后，如果相国萧何过世了，由谁代替他呢？汉高祖说：曹山可以代替他。吕后流着老泪又问：陛下，如果曹山没了，还有谁？汉高祖想了一会儿，说：王陵还行，能够代替。王陵呢，就是稍欠聪明，但性子刚直，不安坏心眼儿。陈平可以辅助他，陈平这个人有才智，当相国绰绰有余，但是难以单独担任。周勃为人厚道，缺少文采，但安定刘家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任命他为太尉。汉高祖断断续续，讲不这些话，讲不动也得讲，这是关系到刘家天下的大事儿，不讲他死了也不能闭上眼睛。
吕后又问：这些人以后还有谁呀？汉高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唉，再往后的事儿也不是你所晓得的了。吕后听了，捂住嘴，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这是公元前195年，就是汉高祖63岁的那一年的事儿。接着汉高祖叫人宰了一匹白马，跟主要的几个大臣订立盟约，说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惩罚他。大臣们都起了誓，决定遵守。汉高祖这才闭上眼睛，咽驾了。太子即位，也就是汉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汉惠帝为人软弱，身子又不大强健，朝中的大事儿大半由吕后所掌握。太后参与朝政，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这就发生了刘家和吕家的斗争。刘邦的一生在中国的历史上，对社会仍然是有杰出贡献的一生。他有着不同一般的政治才能，足智多谋，又善于发现和使用各种人才。萧何和曹山只是其中的2个。萧规曹随。汉高祖生前足智多谋，善于用人，不管是贵族张良还是尤氏陈平，土狗的樊哙、吹鼓手周勃、布贩子灌婴、游手好闲的韩信以及强盗彭越，都恰当地使用他们。当年沛县的县吏，推举刘邦为沛公的萧何、曹参等人更是不在话下。汉朝一建立，汉高祖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就叫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律法以及度量衡制度，让在秦朝当过博士的叔孙通定礼仪，特别是叫萧何定律令。萧何做相国，处理政事，全按照律令办事。萧何提倡节俭简朴，连汉高祖他也不配抵纯一色的4匹马驾车，有的将相大臣就只坐牛车。他在汉高祖的指令下招贤纳士，不叫富商做官为将买卖奴婢，诸侯国的民事由朝廷管理，大大的减少奴隶的数量，把从前有强大实力的6国国王的后代和有名的富豪人家迁移入关，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有利于百姓相对的和平生活。所以汉高祖临死以后，要萧何等大臣白马盟誓，相信他们说到做到，并做了深厚的人事安排。汉惠帝刘盈即位的时候，相国萧何又老又病，第2年，就是公元前194年，他病势加重。萧相国快要死的时候，刘盈去问他日后让谁做相国。萧何先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等到汉惠帝问你看曹山怎么样，他便说陛下的决断英明，曹山接替我就放心了。萧何太了解曹山了，他们2个从沛县一块拥立刘邦为沛公的时候起，狂风暴雨好多年，南征北战。曹参对汉高祖忠心不二，立下的战功不知道有多少。全国平定后7、8年来，曹参又显示出了他治国的才华。有汉高祖临终前的旨意，又有吕太后的点头，加上萧何婉转的推荐，萧何病逝以后，汉惠帝就用曹参为相国。在任骑相时，曹参就拜道家大师盖公做老师。曹参认为，在攻打消灭秦朝和刘项争夺天下的大乱以后，国内的百姓，特别是农民，需要安定的生活。朝廷应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也就是减轻百姓的负担，安定生活，发展生产，恢复元气，合乎道家。
清静无为的主张。曹参认为，前任相国萧何制定的法令符合治理国家、给百姓安定的实际，所以他的一切治国大政都按照萧何规定了的去做，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由来。按照萧规去做，曹参并不是喝酒玩乐，或者是躺在床上睡大觉，他日日夜夜还是忙得不能休息，而且也不是万事都照着老规矩办。比方，因为战乱死的人太多，他就辅佐汉惠帝，奖励增加人口，奖励开垦土地。老百姓家的姑娘30岁还不出嫁，怎么生孩子呢？就要分等罚钱，用这个办法增加人口。种地的庄稼人户就免去公家强制担负的不给报酬的劳动活，一辈子都免徭役。这样人口增多，国家的经济也渐渐的繁荣了。有人议论，曹相国没有制定出新的法令。曹参喜欢喝酒，又有人说曹相国好酒，怎么治理国家的？汉惠帝16岁即位，年幼无知，听了别人的话，也和曹参的儿子伺候在汉惠帝身边的曹竹说起，希望曹参拿出超过萧何的政令来，不要老爱饮酒。曹参上朝的时候，一方面向汉惠帝说自己有罪，一方面以老臣的身份问汉惠帝说：“陛下，您看您和先皇帝高祖相比怎么样呢？”汉惠帝说：“老相国，我怎么能跟高祖皇帝比呢？”曹参说：“老臣曹参冒犯陛下。”他接着又问：“陛下，以曹参的才能跟萧相国相比呢？”汉惠帝说：“曹相国不及萧相国。”曹参说：“谢谢陛下，陛下说得对，我曹参比萧相国差得太远了。高祖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萧相国秉承高祖皇帝的旨意，制定了一整套的制度，我按照他制定的规章和法令去做，做好了不失职就不错了。”汉惠帝听了，觉得曹参说得很对。周勃夺军印。曹参死了以后，陈平做相国，都是高祖吩咐过的。公元前188年，23岁的汉惠帝死了，他没有生过儿子。吕太后叫孝惠皇后假装有孕，到了时候把后宫美人的婴儿抱出来，说是皇后生的，立为太子。又怕婴儿的母亲泄露秘密，就把他杀了。这会儿太子即位，称为少帝。太后替少帝临朝，朝廷号令全有他发。这个时候，朝廷当中几个支持他的大臣都死了。吕太后怕那般立过大功的将军发生叛变，打算封吕家几个人为王。他先问右相王陵行不行，王陵说不行。高祖曾经跟大臣们定过盟约，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现在要封吕家的人为王，这是违背盟约的。太后听了很不高兴，又问左相陈平和太尉周勃。陈平和周勃都回答说，高祖平定天下，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临朝治理天下，封自己的子弟为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太后点点头，才高兴了。过了几天，太后免了王陵右丞相的官职，让他告老还乡，又封已经过世的父亲为宣王，大哥吕泽为道武王，封侄儿吕台为吕王。吕台死了以后，他儿子吕嘉继承为吕王。吕太后这么千方百计地把少帝立为皇帝，少帝并不感激他。公元前184年，少帝知道了母亲被杀的事情，像懂事又像不懂事地说，太后怎么杀了我的母亲？将来我长大了，
一定要替我母亲报仇。这个话传到了吕太后的耳朵里，她十分恐慌，就把少帝也杀了。另外立小孩子刘弘为帝，也称少帝。这2个少帝即位的年代，历史上都叫做太后临朝，前后共8年。公元前181年的秋天，吕太后生了重病，自己估计也活不长了。她把守卫都城的南北2支禁卫军交给了自己的2个侄儿吕禄和吕产，封吕禄为上将军，亲自掌握北军，让吕产亲自掌握南军。他吩咐他们说，封吕家人为王，大臣们都不赞成，我意思他们可能作乱，你们带兵守卫宫殿，千万别出去送丧，免得被人暗算。他还立下了遗嘱，大赦天下，拜吕产为相国。吕太后一死，按制度下葬，吕禄、吕产都按吕太后临死前的嘱咐，没有去送殡。他们准备谋反，又怕周勃、灌婴这些老臣，不敢马上发动。朱虚侯刘璋的妻子是吕禄的女儿，吕禄谋反的计划，他女儿知道了，女婿也就知道了。刘璋马上暗地里派人去告诉他哥哥齐王刘襄，叫他发兵从外面打进来，再约别的大臣为内应，杀了吕家的人，请他哥哥即位当皇帝。齐王刘襄接到消息，立刻发信给各个诸侯，列举吕家人的罪恶，号召大家发兵去征伐他们。他亲自发兵往西进攻济南。齐王发兵的警报到了长安，相国吕产慌忙派灌婴为大将，发兵去抵抗。灌婴带领兵马到了荥阳，对手下的将士们说，吕氏一帮人带着军队要夺取刘氏的天下，现在我们去攻打齐王，这正是帮着吕氏作乱。大伙都认为汉朝的臣下不该帮着吕氏去打刘氏。灌婴就派使者去告诉齐王，双方都把军队驻扎下来，等待吕氏起兵造反，一同打进长安去。齐王同意了，也暂时按兵不动。吕禄、吕产准备夺取天下，可是他们内怕周勃、刘璋，外怕齐楚的兵马，又怕灌婴叛变。这个时候，周勃名义上是太尉，可是兵马全掌握在吕家人的手里面。他当初赞成太后封吕姓为王，可是怎么也不肯吕氏夺取刘家的天下。陈平也是死保刘家天下的人。周勃知道徐州侯黎商的儿子黎季跟吕禄是好朋友，就和陈平相商，用计把黎商骗到家里软禁起来，逼着黎季去劝吕禄交出兵权。黎季只好以好朋友的身份去劝吕禄，皇上叫太尉领北军，叫您回到赵国去，现在还来得及，我劝您快把将军的印交出来，要不然大祸临头了。吕禄就依了他的劝告，交出了兵权，走了。太尉周勃拿了将军的大印，进了北军军营。他对士兵们说，现在吕氏和刘氏起了纷争，你们自己可以决定到底帮谁，凡是愿意帮助吕氏的，袒露右臂，愿意帮助刘氏的，袒露左臂。士兵们连想都没有想，全脱去了左衣袖，周勃就接受了北军军营。可是南军还在吕产的手里，陈平就叫刘璋去帮助周勃。周勃叫刘璋监督军门，再传达相国的命令，吩咐宫殿里的卫士不准吕产进宫。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他带领着一队人马进宫去接受玉玺。为什么守住宫门不让他进去？吕产还不明白底细。刘璋带领1000士兵已经赶到，把他杀了。吕产一死，吕氏的兵权全没了。大臣们派刘璋去告诉齐王，叫他退兵。灌婴也从荥阳退兵回来，大臣们商议着立谁为皇帝。
有的说立这个，有的说立那个，可是大多数的大臣们都认为代王刘恒是高帝的长子，心眼好。代王的母亲博氏小心谨慎，国家又没有势力，不如立代王。大臣们一致同意，就派使者去代都，他的治所呢，在现在的河北魏县，去迎接代王。代王刘恒来到长安即位，这就是汉文帝。提营救父。汉文帝的母亲博氏进宫以前吃过苦，到了汉高祖的妃子以后，他怕住在宫里受吕后的陷害，就跟儿子住在了封地上。娘儿俩多少知道老百姓的苦楚。汉文帝一即位，首先大赦天下，接着召集大臣商议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把他的父母妻子也都一同逮来办罪，这种法令是不公正的，请你们商议改编这个办法。大臣们商定下来，废除了全家牵连着一同办罪的法令。汉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救济各地死了妻子的老人、寡妇、孤儿和没有儿女的老人，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按月发给米肉布帛，地方长官按时按节去慰问他们。汉文帝还下诏要老百姓多提意见，这么一来呢，上奏章的当面规劝皇帝的人就多了起来。就是在道上有人上书，汉文帝也会停下车把奏章接过来。他说，可以采用的就采用，不能采用的搁在一边，这有什么不好呢？公元前167年，临淄有一个叫做淳于意的人，替人治病出了名儿。后来呢，他做了太仓县的县令，因为不肯拍上司的马屁，所以他辞了官，仍旧去做医生。有个大商人请淳于意为他的妻子治病，那女人吃了药不见好转，后来死了。大商人就告他是庸医杀人，当地的官吏把他判成肉刑，包括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脚或者是右脚3种。因为淳于意做过官，就把他借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有5个女儿，没有生儿子。临走的时候，最小的女儿叫做提营，决定上长安去救父亲。提营到了长安，上宫殿去要见汉文帝，管宫门的人不让他进，他就写了一封信，托守宫门的人给传上去。汉文帝一看，信上的字儿歪歪扭扭，是个孩子写的，内容是：我叫提营，是太仓县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极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会儿犯了罪，应当受到肉刑的处分。我不但替父亲伤心，也替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了脚，就成了残疾；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以后要想改过自新，也就没有办法了。我愿意给公家没收为奴婢，代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恳求皇上开开恩。汉文帝同意小姑娘的一番孝心，觉得肉刑不合理，就对大臣们说，犯了罪的人应当罚他，让他得到教训，重新做人。现在承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了他的肢体，怎么能够劝人为善呢？大臣们商议，拟定了3条办法：废除脸上刺字的肉刑，改做苦工；废除脸上割去鼻子的肉刑，改为打300板子；废除砍脚的肉刑，改为打500板子。提营救了父亲，也替天下人做了一件大好事。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犯罪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从即位的第2年开始免去农民田租的1半，到了第13年以后，完全废除了田租。当然，得到好处更多的是地主，老百姓安心生产，国家也有了积蓄。汉文帝生活节俭，有一回有人建议造一个露台，汉文帝召集工匠一计算，得花100斤。他说，4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也不过100斤，不必再造露台了。
汉文帝穿的衣服是黑色粗布做的，他宠爱的夫人穿的衣服也挺朴素，下摆布拖到地上。汉文帝有个大毛病，就是幻想长生不老，求神仙祭天给方士的费用要多少花多少。有一个方士名字叫辛元平，派人向汉文帝献上一只玉杯，说是仙人献的。汉文帝就吩咐左右拿黄金赏给这个人。丞相张苍啊，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不相信风士的鬼话，他暗地里去派心腹侦查辛元平的行动，查出那个献玉杯的人和刻字的工匠西蒙皇上骗钱。汉文帝这才从迷梦当中醒过来，后悔自己糊涂，把辛元平这一些罪大恶极的方式办成死罪，次要的就轰了出去。这一回他下了一道诏书，承认自己犯过过错，劝老百姓要好好种地，不要去做买卖，不应把粮食拿来酿酒。就这样，汉文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徭役，使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又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张世之，谥法。张世之是西汉文景两个皇帝统治时期的司法官，他执法威严公正，不含私心，在当时很有名望。封建社会可以用钱买官，张世之年轻的时候，他二哥出钱为他捐了个宝贝皇宫的小官。张世之整整干了10年，觉得也没什么盼头，想辞职回家帮助哥哥分担家务。当时朝廷有个官员叫袁盎，觉得张世之这个人不错，有才干，就在皇帝面前竭力地推荐他。汉文帝就破格召见了张世之，让他谈谈天下的事情。张世之平时聪明好学，关心政事，对事物的分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向汉文帝一一道来，具体而不空洞，说的汉文帝频频点头。不久，汉文帝就封他为公车令。张世之当上公车令以后，有一天看到太子和他的弟弟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眼看到了宫门口也不下车，竟想长驱直入。张世之连忙追上去拦截，不让他俩进宫，判定他俩犯了过宫门不下车的不敬罪，上奏皇帝。太子和梁王是薄太后的掌上明珠，他们的举动把皇上也吓了一跳。在薄太后的追问下，汉文帝只能自我检讨说，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把儿子教育好。最后由太后出面宣布赦免太子梁王之罪，他们2个人才获准可以进宫。当时张世之只是一个小小的公车令，官职很低微，却敢于弹劾太子和梁王，这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好在汉文帝是个很开明的君主，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快，反而认为张世之的敢作敢为是好样的，对朝廷有利，就下令提升他为中大夫。一次，张世之跟随汉文帝出城巡视，来到了城北的中卫桥。不知怎么，桥下突然钻出一个人来，惊吓了给皇帝拉车的马匹。马高声地嘶鸣起来，那个人吓得拔腿就跑。卫队紧紧追赶，抓住了那个人。皇帝命令交给张世之处理，因为那个时候张世之已经担任了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工作，是最高的司法官。张世之亲自审问那个冲撞皇帝车驾的人，那人从实禀告说，小的是路过这里，听见皇上车驾过来的吆喝声，急忙回避，就躲到了桥下面。后来听没有声音了，以为车驾已经过去了，就钻了出来。想不到车驾还没有过去，正好给小的撞上。小人实在是无意冲撞，望大人查明真相，饶恕我吧。张世之听了那个人的申诉以后，仔细地调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了真相，觉得那个人说的都是实话，便罚了那个人4两罚金。汉文帝知道以后十分生气地说，你判的也太轻了吧，幸亏朕的马匹比较驯服温和，不然的话还不把朕给摔伤了。
张世之看见汉文帝不高兴，便从容地解释说：陛下，我认为对于法律来说，不管是皇上还是老百姓都是平等的。本朝的法律对于无意惊驾的处罚就是处以罚款，所以我就遵照这条法律判刑。如果陛下要加重判罚，就显得有些随心所欲。那么今后的法律叫老百姓怎么遵守呢？请陛下再考虑一下哈。汉文帝听了张世之的话，沉思了一会儿，说：那就照此办理吧。没多久，又发生了一桩案子，有人偷盗先帝庙中座位前的一块玉环。文帝大动肝火，命令张世之判偷窃，犯灭门之罪。张世之根据刑律的规定，这个国家还成什么样子？我这么重用你，可不是让你去庇护罪犯的。张世之严肃地取下了头上的乌纱帽，对文帝说：作为一个最高司法官，我从未庇护过任何一个犯人。如果有人偷盗宗庙里的东西，就怕灭族，那么万一有人盗掘先帝的陵墓，又该怎么加刑呢？文帝把这件事情跟太后商量，太后觉得应当依法办事，于是文帝只好同意了张世之的奏请。张世之公正执法的佳话一直流传至今。周亚夫治军。公元前158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君主单于调动了3万的骑兵侵犯上郡。那么上郡的治所在现在的陕西榆林的东南部，另有3万骑兵侵犯云中。那么云中的治所呢，在现在的内蒙古托克托的东北部。他们来势很凶，烧杀抢掠，杀死了不少百姓，抢去了很多的财物。汉朝开国以来和匈奴和亲退让，但是匈奴还是常来侵犯边界。这一回，匈奴突然大规模的打进来，大伙缺乏足够的防备，守卫烽火台的官兵慌慌忙忙地放起了烽火，大家都很紧张。夜晚，远远近近全都是火光，长安城里的人们一见烽火都担心起来。汉文帝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局面。汉文帝急忙召见文臣武将，商议对付的办法。在这紧急的关口，汉文帝倒能冷静地布置军事力量抗击匈奴。一方面派几位将军保卫京城和临近京城的关口，同时调动大军到上郡云中打退匈奴的入侵。他委派将军刘礼驻军坝上，派将军徐厉驻扎在长安东北的棘门，再派将军周亚夫驻军在长安的西南渭水的北门细柳。这3路兵马驻在京城附近，以防万一。在打发朝廷的大军出发去打匈奴的时候，汉文帝嘱咐将士们，只要把匈奴赶出国门就行了，不要追杀到匈奴的地界里去。过了1个多月，大军开到前线，匈奴听到消息就乱哄哄地逃走了。汉文帝听了禀报，也命令将军们撤退。军事部署停当以后，汉文帝立刻到京城附近的各个军营去慰劳将士。他先到坝上，再到棘门。在这2个地方，汉文帝的车驾毫无阻挡地一直驶入了军营。2个军营的将军和他们的下属军官骑着马迎接和护送汉文帝起驾离营。不久，汉文帝的车驾来到了驻扎在细柳的军营。远远地看见官兵们穿着铁甲战衣，戴着头盔，手持锋利的兵器，
射手们开弓搭箭，好像到了临战的时刻。汉文帝的先头部队到了营门，军营门口的卫兵不让进去。先头卫队的将军说：“陛下的车驾马上就到。”营门的军官回答说：“周将军有令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命令。”过了不久，汉文帝的车驾赶到，守营门的人又不放他进去。汉文帝点了点头，心里很高兴，他就派使者按照礼法军规，拿了天子的凭证去传达皇上的命令：“我要进入军营，慰劳将士。”到这时，周亚夫才传出话来，打开营门的时候，守卫营门的官兵对汉文帝的随从官员说：“周将军规定，车马进入军营后不准纵马奔驰。”因为这样呢，汉文帝叫随从控制住马头的缰绳，慢慢的走着。汉文帝到了将军办公的营帐，周亚夫手里拿着兵器，向皇帝行拱手礼说：“身上穿着军服的人不能行跪拜礼，请陛下允许我用军礼参见。”汉文帝为此而深深的感动，脸色十分的严肃。他站在车上，向前俯着身子，手抚车前的横木，按军礼的规定向周亚夫表示深深的敬意，又派人转达了他对全体将士的亲切慰问。然后汉文帝的车驾才慢慢的离开了。车驾已经出了军营的大门，随驾劳军的文武大臣全都为周亚夫这样接待天子而感到震惊，真为他捏一把汗。汉文帝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赞叹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我在坝上和棘门的2个军营里，看两军像儿戏似的，敌人本可以去偷袭活捉2位将军。至于周亚夫嘛，敌军怎么能够侵犯他？”汉文帝对周亚夫的治军本领非常称赞。过了1个多月，3个军营都撤防了。汉文帝周任命周亚夫做负责京城治安防卫的中尉。在这次战争当中，汉文帝发现了2个天才的军事家，一个是周亚夫，另外一个是少年将军李广。汉文帝在45岁的时候得了重病，他立了一个遗嘱，大意是说：万物有生必有死，我死了，你们不必过于悲伤。安葬要节俭，不可大造坟墓，也不可以把珠宝埋在坟里。待孝不要太久，待3天就该满孝了。他对太子说：如果将来发生变乱，可以叫周亚夫掌握兵权，保管稳妥。晁错、薛帝。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他认为国家必要的开支要靠征税，但是在他即位的第1年，征收的税还是很轻的。他知道内史晁错很有才能，那么内史呢，也就是治理京师的官员。他把晁错提升为御史大夫，那么御史大夫的地位和宰相差不多。御史大夫晁错眼看分封的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有的不受朝廷的制约，天下又快变成诸侯割据的局面了。那个时候汉朝一共有22个诸侯国，像齐王就有70多个城，吴王有50多个城，楚王也有40多个城。诸侯道割据，免不了要发生战争，对发展生产也很不利。晁错对汉景帝说：吴王一直不来朝见，先帝也就是汉文帝送给他的捉鸡，疲倦的时候呢，可以靠着打个盹儿瞌睡，可拐杖这2样尊敬年老人的礼物，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哪知道他招兵买马准备造反，
要趁早削减他们的封地。汉景帝怕削地会引起他们的造反，晁错就说，诸侯要是存心造反，不削地将来也要造反，现在造反祸患还小一些，将来造反祸患更大。汉景帝听了，决心要削减诸侯王的封地。楚王刘戊荒淫无度，不守规矩，这次他到长安来，晁错就根据查证揭发他的罪恶，要汉景帝他办罪。汉景帝削去了他封地当中的一个郡，让他回去。晁错又查出赵王的过失，削去了他的一个郡。胶西王私卖官爵，削权6个县。晁错正在计划着削减吴王刘濞的封地。他的父亲从老家颍川，也就是现在河南禹县，特地赶了过来，对他说，你当了御史大夫，地位已经够高的了，为什么不安分守己，硬管闲事儿？诸侯王都是皇室的骨肉，你管得着吗？你把他们的封地削了，他们哪一个不恨你？你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晁错说，削地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不这样做，皇上就没法行使权力，天下必定会大乱。他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刘家的天下安定了，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已经老了，不愿意看到大祸临头。晁错又安慰了父亲一阵，但是老人回到颍川的老家，还是喝毒药自杀了。而吴王刘濞在汉文帝的时候就想做皇帝，这会儿拿着承办奸臣晁错的名义，煽动别的诸侯王一同叛变。参加叛变的有吴、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7个诸侯国，历史上被称为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发生在公元前154年，他们一同发兵，声势浩大。汉景帝吓慌了，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就把忠心耿耿的晁错给杀了。汉景帝错杀了晁错，下了一道诏书，叫七国的诸侯退兵。吴王说，我已经做了皇帝，还管什么诏书？吴王干脆把诏书退了，这样朝廷和诸侯国之间的大战就开始了。汉景帝后悔杀了晁错，他想起了汉文帝临终时候的话，就立刻拜周亚夫为大将，发兵征伐。周亚夫先稳住了没有参加叛变的15个诸侯国，然后用3个月的功夫平定了齐国的叛乱。汉景帝还让齐国的后代继续做诸侯，不过只能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征收租税，不能再干预地方的行政，大大的削弱了诸侯的势力，汉朝的政权就更加巩固了。以后汉景帝还是减轻税赋，减少官差，国内又出现了一片富裕的景象，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公元前150年，汉景帝立7岁的皇子刘彻为皇太子，等到他16岁那年，汉景帝病死，刘彻即位，这就是汉武帝。马邑伏击战。汉武帝在前2代皇帝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周亚夫帮助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加强全国统一的底子上，当了54年的皇帝，做了不少好事儿，有功有过。他对内为了取得大量的财富，增加了农民的税赋，比如说农民有3亩地，要按照10亩地向朝廷交税赋，那怎么能够吃得消呢？富人也乘势加重抢夺百姓的钱财，
弄到后来，比方在公元前的99年，全国东部的齐地、南部的楚地、北边的燕赵等地方都有农民起来造反，但是都被镇压了下去。汉武帝看准有势力的大地主、大商人损害朝廷权力和收入，就把全国分成13个部或者是州，派13个刺史去加强朝廷的统治，打击危害朝廷的各种势力。他把炼铁呀、煮盐呐、造钱呐，都规定由官家来经营。他在商业、运输、兴修水利、改进农具、移民边界、发展农业、巩固国防、提倡儒家文化、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对外交流、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和打击匈奴的入侵等各个方面都做了了不起的大事儿。在他当皇帝的时候，出现了大学者董仲舒、大史学家和大文学家司马迁、大作家司马相如、大探险家和外交家张骞，以及大军事家卫青和霍去病等光耀千秋万代的了不起的人物。说到卫青和霍去病，就不能不说匈奴了。那么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直是侵略中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强敌。在从汉高祖建立汉朝以来的50年的时间，匈奴的武力十分强大。东到兴安岭、辽河上游的地区，西到祁连山、天山地带，南到汉朝的边界，北到贝加尔湖、亚洲东部的沙漠平原，全部给匈奴占定了。匈奴王单于在匈奴的地盘里，中部由他直接统治，东西两部由单于手下的左右贤王分别治理。他们有30万强悍的骑兵，不断地侵犯汉朝的边境。汉朝的初年采用的是和亲的办法，也就是选送被称为公主的姑娘，嫁给单于或者是左右贤王，送去大批的礼物，容忍退让，用来换取边境暂时的平静，争得时间做好内部的事情。可是匈奴总是不断地抢夺汉朝边民的财富和边界的人口，他们把青年男女俘虏过去做奴隶，可残忍了。例如在汉文帝的时候，匈奴侵犯上郡和云中的那一次，被杀害和抢去的百姓就有1万多人。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长期的讨伐。汉武帝除了向边界移民，在边界用军民开垦荒地，切断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联合，派出外交使者跟邻国交好以外，就调动大军从正面去攻打匈奴，摧毁他们的军事力量。马邑是一个地名，在现在的山西朔州一带，是西汉初年韩王的国都，后来就被匈奴抢去了。到汉武帝的时候呢，又把它收复了。可是匈奴怎么也不死心，总想把它再侵吞过去。匈奴的骚扰把汉武帝弄得怪头疼的。有一个将军叫王辉，为了帮助汉武帝解忧，就设计了一个关门打狗的办法，历史上叫做马邑之谋。王辉对汉武帝说：陛下，臣下有一个建议，我认识马邑的一个人叫做聂一，他跟匈奴单于混得挺熟，单于经常向他打探马邑的情况，好抓住什么时机来抢夺财富和百姓，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有的大臣不同意，认为还是和亲好。汉武帝想了想说：往回去办吧，成就成，不成就打出去，大家都做好大打匈奴的准备吧。将军卫青等文臣武将都非常赞同汉武帝的谋略。王辉就找来马邑人聂一，商量出一个计策。汉朝调动30万军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凹里，要做得十分隐蔽。聂一扮成汉奸，去诱惑匈奴单于带着主力部队深入马邑，把这个地方再夺过去，然后汉军关起门来，一下子把匈奴的主力消灭掉。匈奴单于听了聂一的话，率领骑兵主力快速地向马邑行进，不料还没有进入马邑汉军的埋伏圈，
单于从一个怕死的汉人那里获得了情报，汉军的计谋就泄露了。匈奴单于很快地率领骑兵撤退，逃到边境外面去了。汉武帝对匈奴的长期作战就从这一次开始了。飞将军李广。汉武帝在反击匈奴侵略掠夺的长期作战过程当中，有一位勇敢机智、很会打仗、精于骑射的三朝老将军，立下过很大的功劳。他的名字叫李广。李广打起匈奴了，骑马跑得像飞一样，箭又射得准。匈奴的贵族和骑兵知道李广的厉害，也已经有好多年了。还是在汉文帝父子两代规定，打匈奴只把来犯的匈奴打出边境，绝不打到匈奴的地界里去。匈奴只要知道李广在边界附近，就不大敢进了。朝廷叫他做过陇西太守，汉景帝的时候当过北郡太守。陇西、北郡都是我国北方的边界地区。公元前129年，匈奴又来侵犯，一直打到上古，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北怀来的东南部。汉武帝派卫青、李广等4个将军，每人带1万的人马，分4路去抵抗匈奴。在这4个将军当中，李广的年纪最大，他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做了将军。汉文帝曾经对他说：可惜你在我手里做将军不是时候，如果你在高皇帝手里奉个万户侯也算不了什么。有一回，李广带着100个骑兵去追3个匈奴兵，追了几十里才追上，他们射死了其中的2个，把第3个活捉了。正准备回来，突然前面来了几千个匈奴骑兵。怎么办？李广对士兵们说：咱们离大军几十里地，回不去了，干脆下马把鞍子也卸下来，当伙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匈奴以为咱们是要引他们过来，一定不敢打咱们。李广他们都下了马，匈奴的将军果然害怕了，马上叫士兵上山布置抵抗的阵势。有一个骑着白马的将军冲下山了，李广立刻上马赶过去，只一箭就把他射死了。李广一回来，又下了马，躺在地上。天黑下来了，匈奴认为前面一定有埋伏，提心吊胆地守着山头。到了半夜，他们趁着天黑偷偷地逃了。天亮了，李广一瞧山上没人，大伙这才回到大营。李广剑法好，行动快，忽来忽去，谁都摸不清他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匈奴就给他一个外号，叫做飞将军。这一回，汉武帝派出4路人马去抵抗匈奴。匈奴的首领叫做君臣单于，他把大部分的兵马集合起来，沿路布置了埋伏，要活捉李广。李广打了一阵胜仗，往前追去。他哪知道匈奴是假装打败引他进去的。这一下子李广可倒了霉了，他掉在地坑里，给匈奴的伏兵活活地逮住。匈奴的将士们高兴的没法说，他们一看李广快死了，就把他放在用绳子做成的吊床里，用2匹马驮着送到大营里去献功。匈奴的将士们一路走，一路唱着歌，李广躺在吊床上纹丝儿不动，好像死了似的。大约走了几十里地，他偷偷的瞧着旁边的一个匈奴骑着1匹马，他就使劲的一挣扎，猛地一下子跳上了那匹好马，夺过弓箭来，把匈奴兵给推下马去，调过马头，拼命的往横里跑。等到匈奴的将士们一齐去追，李广已经跑到山里去了。他一面使劲地夹住马肚子催马快跑，一面接连射死了几个追在最前面的匈奴兵。匈奴的将士瞧着李广越跑越远，只好干瞪着眼睛看着他逃了回去。李广因为吃了败仗，定了死罪，后来按照朝廷的规定交钱赎罪，回到老家做了平民。
第2年的秋天，也就是公元前128年，匈奴2万骑兵又打了进来，杀了辽西太守，掳去了青年男女2000多人和不少的财物。汉武帝又启用李广，派他为右北平太守。那么右北平的治所在现在的辽宁陵园的西南。李广做了右北平太守，匈奴吓得丢了魂儿似的跑到别处去了。右北平一带没有匈奴了，可是那里的野兽太多，常常有老虎出来伤人。有一天李广回来晚了，天色半明半暗，正是老虎出来的时候。他和随从都很小心，恐怕山腰里突然跳出一只老虎来伤害他们。一面走着，一面提防着。李广忽然瞧见山脚下的草棚里蹲着一只斑斓猛虎，弓着脊背，正准备扑过来。他连忙拿起弓箭，使劲地射了过去，射中了。手下的人跑过去逮老虎，他们走近一瞧，全愣了。原来中箭的是一块好像老虎似的大石头，箭射进去很深，拔也拔不出来。大伙儿奇怪得了不得。李广也有点纳闷，石头是怎么射得进去呢？这个消息传开了，匈奴更不敢来侵犯右北平了。公元前119年，飞将军李广做了郎中令，也就是宫廷的守卫官，经常在汉武帝的左右。他要求派他去打匈奴，汉武帝说他太老了，也就不让他去。李广再三坚持说，匈奴屠杀我们的老百姓，我实在不能在京师里消消停停地住下去了。汉武帝就叫他带一队士兵，由大将军卫青统领。一同出发的时候，汉武帝嘱咐卫青说，李广年老，不可让他独当一面。可是卫青派李广往东绕道前进，指定日期到漠北会集。漠北在现在的蒙古大沙漠以北的地区。李广要求打先锋，因为他不熟悉东路的情况。卫青不答应。后来卫青的大军回到漠南，也就是蒙古大沙漠以南的地区，才碰到了李广的军队。卫青责备他误了日期，李广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卫青派人审问李广行军误期的案子。李广流着眼泪对将士们说，我自从投军以来，给匈奴打过大仗小仗70多次，有进无退。这次大将军不让我跟他一起走，一定要我绕道往东。东路远，迷了道，耽误了日子，我还能说什么？我已经60多岁了，犯不着再上公堂。说着就自杀了。士兵们一向敬爱李广，一听到他死了，全都哭了。卫青和霍去病。在李广交钱赎罪的那会儿，4路兵马当中只有卫青那一路打了胜仗，逮住了700多名匈奴将士，回到了长安。他报告了经过，汉武帝听了格外的赏赐，封他为关内侯。卫青是平阳人，也就是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南。原来他是平阳公主的一个家奴，他的姐姐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里当歌女，后来入了宫，和汉武帝生了太子，汉武帝就立她为卫皇后。卫青也确实有打仗的大本事，所以汉武帝特别重用他。公元前127年，他指挥大军打败匈奴，控制了河套地区。接着汉武帝再派卫青带领3万兵马从雁门，他的治所在现在山西右隅南部，出发去打击匈奴。他打了大胜仗，杀了匈奴好几千人，又立了一大功。公元前124年，卫青打了个大胜仗，捕获了10几个匈奴小王，15000多个俘虏。汉武帝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土地和户口，还要把卫青的3个孩子们都封为列侯。
卫青接受命令做了大将军，别的呢都推辞了。他说，打退敌人全靠皇上的洪福和将士们的功劳，我不该驾崩，孩子更谈不到，请皇上开恩。汉武帝就把卫青手下的7个将军都封为列侯。第2年，匈奴再一次侵犯内地，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领飞将军李广等6个将军和大队人马去对付匈奴。卫青的外甥霍去病才18岁，少年英雄，很有能耐，他也跟随他的舅舅卫青去打匈奴。霍去病是魏皇后姐姐的儿子，后来也是西汉的一员名将，封骠骑将军。这一次他还是第一次出来打仗的小伙子，却十分勇敢。他做了校尉，带着800名壮士作为一个小队，800名的小队居然闯进了匈奴的大营，杀了匈奴的一个头子，活捉了2个俘虏回来。卫青审问了那2个俘虏，才知道一个是单于的叔叔，一个是单于的相国。捉到了这么高级的匈奴首领，这功劳可真不小。没想到那个被霍去病杀了的匈奴头子还是单于的叔伯爷爷呢。霍去病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从这以后，霍去病打了好多次抗击匈奴的胜仗，其中最有名的大胜仗就有6次。就说公元前121年的那一次吧，他率领汉军2次打败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通往西边一些邻国的道路。卫青和霍去病这2位名将战胜匈奴的故事可多了。公元前19年，1万多名匈奴骑兵从东边打进来，杀了1000多名当地的老百姓，抢了一些粮食和财物，又回去了。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带5万骑兵去追击匈奴。这次汉军出去跟以前大不相同，除了10万骑兵以外，还有几十万步兵和14万匹驮东西的马。卫青、霍去病分2路进兵，一定要打败匈奴。卫青自己向北进军，一碰到匈奴就打了起来，匈奴连连败退。卫青在3天里头追了200来里地，可是没有追上单于。汉军又追了一段路，没有找到一个匈奴兵，又不知道前面的路，就回到了漠南。他7次出去，一次深入匈奴地界1000多里，一次深入匈奴地界2000多里。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去打匈奴，大军连着打了胜仗，逮住了单于手下的3个王，还有将军、相国、军官等83人，消灭了匈奴8、9万人。他追击匈奴武装，追到了狼居胥山，也就是在现在的蒙古国境内的胥特山，在山上筑起祭坛祭神，庆祝胜利。匈奴逃到漠北，打这儿起，漠南不再有匈奴单于左右贤王的王庭或匈奴的军营了。那么匈奴单于的驻地呢，称为王庭。汉武帝为了慰劳霍去病，打算给他造一座住宅。霍去病谢绝了，他说，感谢陛下的大恩，在匈奴没有被消灭以前，我总在外边带兵打仗，哪儿安什么家呀？成语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就是从这儿来的。张骞探西域。大探险家、大外交家张骞在汉武帝初年做郎中时，匈奴中有人投降了汉朝。他们说，敦煌在现在的甘肃敦煌的西部和天山当中有一个入支国，恨匈奴，想报仇。汉武帝想跟入支联合起来，切断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他下诏征求精明强干的人去联系入支，张骞应征了。有一个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叫唐义福，还有100多个勇士，都愿意跟张骞一块儿去找入支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
带着100多个人从陇西出发。那么陇西的住所呢，在现在的甘肃临洮的南部。陇西的外面就是匈奴的地界，张骞他们走了几天，终于给匈奴兵围住，做了俘虏，只好住在那边，一住就是10多年。别人都分散了，只有唐义府跟张骞在一起。日子久了，他们说话做事跟匈奴人没有什么不同，匈奴人对他们的看管也放松了。有一天，张骞跟唐义府带着干粮，趁着别人不留心的时候，骑上2匹快马逃走了。他们要到入支去，但是又不知道入支在哪儿，就只好往西走。他们跑了几10天，逃出了匈奴的地界，闯进了一个叫做大宛的国家。大宛在现在的中亚西亚。大宛在入支的北边，是出产快马、葡萄和木蓿的地方。大宛是匈奴的邻国，懂得匈奴话，张骞和唐义府都能说匈奴话。大宛人向国王报告，大宛王早就听过，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国，地方很富庶，吃的、穿的、住的讲究的没法说，金银财宝、绸缎布帛多的用也用不完。这会儿听到汉朝的使者到了，就连忙欢迎。张骞见了大宛王，要求国王派人送他们去入支。大宛王就派人送张骞他们到了入支。张骞见了入支王，说汉朝愿意跟入支联合起来，共同去攻打匈奴。可是入支王不想这样。原来入支老王被匈奴杀了以后，入支人立他的儿子为王。新王率领着全部人马和牲畜往西逃，一直逃到了大夏。大夏在现在的阿富汗的北部。入支人打败了大夏，就建立了一个大入支国。入支王不想再去跟匈奴作战，只是很有礼貌地招待汉朝的使者。张骞和唐义府在入支住了1年多，没法叫入支王去打匈奴，只好离开了入支回国。经过康居和大宛，到了匈奴地界，就又给匈奴逮住了。这里说的康居国，大约在现在的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他们只好又在那边过了1年多。匈奴的太子和单于争夺王位，国内大乱，张骞和唐义府就逃了回来。汉武帝看见了13年未见的张骞，拜他为太中大夫，封唐义府为奉使君。张骞还想到西域去，他向汉武帝说，我在大夏看见了琼山出产的竹杖和蜀地出产的细布。这里所说的琼山呢，在现在的四川。这里所说的蜀地，在现在的四川成都。大夏人说是买卖人从捐堵，也就是天竺，即是现在的印度买来的。大夏在长安西面12000里，大夏人从捐堵买到蜀地的东西，可见捐堵离蜀地并不太远。我要从蜀地出发，走西南那条道，经过捐堵到大夏，就不必经过匈奴了。汉武帝听了，打算要用礼物和道义去跟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匈奴。他再次派张骞为使者，从蜀地出发，带着礼物去结交捐堵。那么这次张骞把人马分成了4队，从4个地点出发，走了2000里地。有的给当地的部族打了回来，有的给杀害了。往南走的一队人马绕过了昆明，到了滇国，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的南部。滇国的国王原来是楚国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使者，愿意帮助使者找道去捐堵。但是昆明人不让过，张骞只好回到了长安。汉武帝认为这次南方之行结交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国家，
也很满意。后来西域一带有许多国家看到匈奴被汉朝打败，就不愿意再向匈奴进贡纳税。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去通西域。张骞说，匈奴西边有一个乌孙，那么乌孙在现在的新疆，皇上不妨先结交乌孙王，跟他和亲。乌孙以西的国家像大宛、康居、大夏、入支就容易结交了。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拿着汉朝的使节，带着300个勇士，每人2匹马，还有牛羊1万多头，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价值几千万的礼物动身了。到了乌孙，乌孙王出来迎接，张骞把一份很厚的礼物送给他，对他说，要是大王能够搬到东边来，皇上愿意把那边的土地分给大王，还把公主嫁给大王做夫人，两国结为亲戚，共同对付匈奴，这对咱们2国都有好处。乌孙王请张骞暂时休息几天，自己召集大臣们商议商议。乌孙王和大臣们都害怕匈奴，商议了好几天也决定不下来。张骞就打发他的副手们拿着使节，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康居、大入支、大夏、安息，也就是古代的波斯、宣堵和于田，那么于田在现在的新疆和田一带等国家。乌孙王还派了几个翻译帮助他们，许多使者去了好些日子还没有回来，乌孙王就打发张骞先回去。他借着送张骞回去，派了几十个人到长安去探看一下。张骞带着乌孙的使者来面见汉武帝，汉武帝看了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又瞧见乌孙王送给他的几十匹高头大马，喜欢得不得了，格外优待乌孙的使者。过了1年，张骞害病死了。又过了几年，张骞派出去的这些副手们都带着各国的使者陆陆续续的回来了。汉武帝非常高兴，他知道了西域有36国，他们害怕匈奴，只好把自己的奴隶和财富交给匈奴。这会儿汉朝跟这些国家交好，他们不必纳税，都很乐意跟汉朝结交。乌孙王不愿意搬到东边来，汉武帝就在那里设了2个郡，一个叫做酒泉郡，也就是现在的甘肃酒泉，一个叫武威郡，它的治所呢在现在的甘肃民勤东北。1年到头有官员和卫兵守卫着，不让匈奴南侵。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西域36国都知道张骞心眼好，够朋友，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汉朝和西域的友好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汉朝从西域那里得到了高头大马、葡萄、木粟、胡桃、蚕豆、石榴等几十种物产，西域各国从中国得到了丝和丝织品，学会了耕种、打井和炼铁，发展了生产。张骞走通西域这条路，促进了中外的文化交流，后来人们就把它叫做丝绸之路。苏武牧羊。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打败了匈奴，又派张骞通了西域，都还顺利。匈奴逃到了漠北，休养了好几年，表面上又要跟汉朝和好了。单于把被扣留的使者放了回来，汉武帝就派中郎将苏武送匈奴的使者回去。但是苏武到了匈奴，单于对苏武不讲礼貌。苏武没有想到，以前有个汉朝的使者叫做卫律，投降了匈奴，匈奴封他为王。卫律有一个副手叫做于长，看见卫律替匈奴出主意侵犯中原，老想杀了卫律逃回去。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本来就是朋友，就暗地里对张胜说，准备把卫律杀死。张胜愿意帮他暗杀卫律，谁知道走漏了消息，单于叫卫律审问于长。张胜害怕，把于长跟他的话告诉了苏武。苏武着急了，
堂堂的使者如果像犯人一样被匈奴审问，会给朝廷丢脸，他就拔出刀猛然向脖子上抹去。张胜和另外一个副手常惠夺下了刀，没有让他死。单于叫卫律劝苏武他们投降。苏武一看见卫律来劝他投降，又拔出刀子向脖子上抹去。卫律慌忙地把他抱住，苏武已经倒在了地上，浑身是血。卫律叫人去请医生，张胜他们哭得不成样子。医生给苏武灌了药，然后还给他涂上了药膏，扎住了伤口，把他抬到营房里去。张胜就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单于早早晚晚派人去问候苏武，还叫卫律想办法劝他投降。卫律想，软劝不成就来硬的。他先举起刀来吓张胜，张胜贪生怕死投降了。卫律又拿起刀来要砍苏武，苏武脖子一挺，不动声色地等着。这一挺反倒叫卫律的手缩了回去。卫律又软下来，对苏武说，自己投降了匈奴，单于封他为王，又给了几万名手下和满山的马群。苏武今天投降，明天就会跟他一样，要不然恐怕不能再见面了。苏武指着卫律的鼻子骂道，卫律，你忘恩负义，背叛朝廷，厚颜无耻，投降敌人，做了汉奸，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我绝不会投降，要杀要剐有你。卫律无耻地去向单于报告，单于更要想办法叫苏武投降了。他想折磨苏武，叫他屈服，就把他下到了地窖，不给他吃的喝的。这时候正好下大雪，苏武就吃着雪和扔在地窖里的破皮带、羊皮片什么的。过了几天，单于看见苏武还活着，以为是老天爷在帮助苏武，就把他放了出来，要封他为王。他不干，单于只得把他送到北海，也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叫他在那里边放羊，还说哪天公羊下小羊，你再回去吧。苏武到了北海，单于不给口粮，他就挖野菜带田鼠吃，死活他都不在乎。最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他是汉朝的使者，他拿着使节放羊，抱着使节睡觉，他总想有一天能够拿着使节回去。一年一年的过去了，苏武手里的那个代表朝廷的使节上的穗子全都掉了，可是他把那个光杆子的使节看成了是自己的命根子。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了，即位的汉昭帝才8岁。公元前85年，匈奴起了内乱，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要求和好了。汉昭帝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常惠等人。匈奴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第二次，汉朝又派使者到匈奴去，常惠买通了单于的手下人，私底下跟使者见了面。使者明白了底细，就严厉地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园设下了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着一条绸子，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他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说苏武的忠义感动飞鸟了。他向使者道歉，答应一定送回苏武。当初苏武出使的时候，随从的人100多，这次跟着他回来的只剩下了常惠等几个人了。苏武出使的时候刚刚40岁，在单于受难19年，今天终于回国了。长安的人民听说苏武回来，都出来看。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没有不受感动的，都说他真是个大丈夫。董仲舒引经断案。汉武帝有一次在京城里召集贤士能人商讨国家大事，39岁的哲学家董仲舒
也到京城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从容地应答皇帝的提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主要受孔子的影响，他特别的推崇孔子，认为他的德治仁政、重视伦理教育的儒家思想应该大大的提倡，而其他的学术思想则应当统统的排斥，不让他们齐头并进。董仲舒的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不仅被汉武帝所采纳，而且充分的肯定、积极推行，让它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由于董仲舒推崇孔子，因此把孔子所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春秋》看成是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理论依据。因此他在当朝廷官员的时候，凡是遇到了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难问题，大多要从《春秋》当中去找答案。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丈夫出远门乘船渡海的时候，不幸掉在海里淹死了，尸首无法找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女子的父母就为她另找了一门亲事，并且嫁了出去。当时汉朝的法律规定，在丈夫没有落丧以前，妻子是不能改嫁的。官府根据这条法律，把那个女子抓了起来，并且判了她的死罪。董仲舒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认为判刑不当，他引用了《春秋》当中的一个条例，大意是丈夫死了以后没有男人就可以再嫁，而且那位年轻女子并不是德行不好去和其他的男子私奔，而是顺从父母的意思去嫁给别人，并没有违反《春秋》中的原则，因此不能判罪。还有一桩案子，父子俩和别人发生争执，打了起来，对方拔出佩刀要刺杀父亲，儿子看见了，立刻拿起棍棒冲了上去援救，不料在混乱当中，棍子居然击中了他自己的父亲，使父亲受了伤。根据汉朝的法律规定，儿子打伤父亲是不孝罪，要判重刑。董仲舒知道了以后，讲了《春秋》当中的一个案例。春秋的时候，有一个叫徐芷的，很孝顺父亲，看见父亲生病了，就连忙去买药，煎好了以后端给父亲喝，不料父亲因吃错了药而不治身亡。由于徐芷没有杀父的动机，因此没有论罪。董仲舒认为这两个案子案情相仿，这个儿子是在混乱当中误伤了父亲，他没有打伤父亲的动机，所以应该免除他的罪，不予处罚。由此可见，董仲舒在审案断案方面完全是依照《春秋》的微言大义来行事的。他提倡理智，认为用道德的感化作用比用刑罚作用更能够服人心。用刑罚惩治百姓，百姓是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犯罪，但是内心的根子并没有去除。用理治百姓，百姓们觉得犯罪可耻，从心底里明白不能去犯罪。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对于统治者有利，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当他晚年退休以后，朝廷如果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还派最高司法官到他的住处去探讨处理的办法。桑弘羊关注盐铁。桑弘羊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他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富商的家庭。当时洛阳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当地的风气是重财轻义，人们都想经商赚钱，而不想当官。在这样浓厚的经商气氛的熏陶下，桑弘羊从小就对商业经营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古代著名的商人白圭、子贡等十分推崇。但他并没有继承父业去经商，13岁便被选为侍中，进入长安宫廷，长期跟随在汉武帝左右。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但苦于匈奴反复无常，不讲信用，签订合约也没有用。从公元前133年起，西汉和匈奴的战争便连绵不断地发生了。战争增加了财政支出，动用了国库当中大量的钱财，导致了财政危机的出现，使国库面临着枯竭的危险。汉武帝对富有政治眼光和经济头脑的桑弘羊非常赏识，
他们经常讨论军事和经济问题。汉武帝说：“朕决心抗击匈奴，但和匈奴打仗要准备大量的军费，能不能再增加农民的税赋？”桑弘羊说：“不行，农民的负担已经够重的了，除了交地税、服劳役以外，还要用现钱缴纳算赋、口赋、耕赋等，如果再加税，他们会不堪负担，从而社会生产会不稳定。”汉武帝问：“那到哪里去筹集军费开支所需要的钱呢？”桑弘羊回答：“天下有的是钱，有的是生财之道，却不掌握在皇上您的手里边。如果把他们拿过来，别说这点军费开支，就是再多的钱也没问题。”汉武帝急切地问：“你快说，到哪儿去弄钱吧？”桑弘羊说：“本朝开国以来实行的都是民间冶铁主盐的政策，一些大盐铁主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和买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要想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只能从这些富商大贾的手中夺回一部分财富。是不是要这些富商大贾多交些盐铁税？”汉武帝自作聪明地问。“我想建议皇上推行盐铁及酒类的官营专卖政策，从富商大贾的手里夺回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这样既可以使国库充盈，又能抑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好，朕就按你的办法去做。”汉武帝先任命桑弘羊担任冶粟都尉，也就是管理全国粮政的长官，由宫廷到政府的实际工作部门去工作。接着又让他出任大农丞，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掌管会计事务。后来又让他担任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的部长。御史大夫在汉代是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主要职责是监察、执法等职务，使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最高峰。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财政经济的改革措施，比如设立平抑物价、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的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的商品，以及盐铁官营、铸币统一、屯田垦殖等等。这些措施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与桑弘羊善于理财是分不开的。公元前81年，也就是汉昭帝始元6年，朝廷召开了一次盐铁专卖问题的讨论会，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反对专卖。这里所说的贤良是指取得了贤良方正称号而没有官职的儒生，文学则只是一般的儒生。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则主张维持原状，继续实行盐铁官营的政策。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就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集中火力攻击盐铁官营政策。他们说，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重德轻利、重义轻财的原则，在与民争利。桑弘羊一针见血地指出，盐铁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国家就能富强，不然的话，国家就会衰弱。贤良文学又说，当国君的应当效法尧舜禹，当臣子的应当效法周公孔子，这是永远不应该改变的。桑弘羊反驳道，一切事物都是由始而终、由积而衰地运动着，时代在变化，政策怎么能够不变呢？贤良文学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话可说。桑弘羊的盐铁专卖政策再次获得了胜利。司马迁忍辱著《史记》。话说苏武被匈奴单于扣留以后，汉武帝大为震怒，立刻派20将军李广利带兵征讨匈奴。李广利带3万汉军在酒泉附近和匈奴右贤王的军队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第2年，武帝又派都记校尉李陵率步军5000深入匈奴的领土作战。李陵是李广的孙子，
他年轻力大，剑法精熟，又十分爱护士兵，因此他带领的军队战斗力很强，汉武帝也非常看重他。不幸的是，由于他孤军深入，终于被匈奴抓住了弱点。匈奴王且侯单于召集左右贤王共7、8万的骑兵，把李陵的5000士兵团团围住了。尽管战士们英勇奋战，以步战杀死数千敌人的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剩下了几十个人。李陵又让战士们把汉军的旗帜以及身上的贵重物品埋入地下，做最后一次拼杀。眼看自己周围只剩下10几个战士了，而且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再也无力抵抗了，李陵才含着眼泪对仅存的几个士兵说：我们已经无脸再回去了，大家留条性命，待以后寻机会报答大汉皇帝吧。于是他便投降了匈奴。李陵投降的消息使汉武帝大怒，他在朝堂上让官员们讨论这件事情，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谴责李陵贪生怕死，叛国投敌。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他说：李陵面对10倍于自己的敌军，仍然带领士兵浴血奋战，杀死的敌军比自己的军队人数还要多。他战斗到弹尽援绝，不得已而投降。也许他日后还会找机会报效朝廷的。不料司马迁的这番话触怒了武帝，因为他知道司马迁和李陵是好朋友，因此认定司马迁是在为李陵的叛国投敌辩解，说他是存心对抗朝廷。于是他一声令下，把司马迁下了监狱。司马迁是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他的祖上在周朝的时代就当过太史。司马谈是一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他曾经掌管汉朝的天文历法和负责记录历史文献。趁此机会，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计划写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历史的史书。但是由于工作量巨大，他自己又年老多病，已经不可能全部完成这项工作了。因此他在临终前郑重地吩咐儿子一定要完成自己的这个遗愿。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从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博览群书，积累资料，而且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去游历，通过访人访古，考察各地的历史名胜和古迹，从民间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环境，获得了历史典籍上所没有的大量详实丰富的史料。他曾经3次大规模的出游，南至今天的江淮、湘浙，以及四川、云南，北到长城内外，东至今天的河南、山东，直达滨海，西至陇西，足迹踏遍了整个长江和黄河流域。正当司马迁进行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开始写作这部历史巨著的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当时朝廷专管刑法的廷尉杜周，为了迎合和讨好皇帝，竟给无辜的司马迁判了腐刑，也就是残害人的生殖器官。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但是司马迁只是一个穷书生，他家虽然是世代为官，却又十分清廉，根本拿不出赎金，因此他只能屈辱地受刑。遭受如此的酷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对于一个正直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本来已经没有勇气活下去了。但是他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完成，用自己一生的经历所搜集的资料以及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难道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吗？他不甘心。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想通了。周文王被纣王关在牢里，纣王还残酷地杀害了文王的儿子，并且把他的儿子的肉剁成肉酱让他吃。文王仍然能够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在牢中写下了《周易》这部书。
孔子一生困厄不得志，但他却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一书，传于后世。左丘2只眼睛全瞎了，还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诬陷，楚王一点也不理解他的一片爱国之心，反而把他流放。他却写出了著名的《离骚》。孙膑被朋友庞涓所陷害，被砍掉了2腿的膝盖骨，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子兵法》。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伟人都能不顾自己的个人不幸而发奋著书，完成自己的人生志愿，自己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决心抛弃个人的悲痛和屈辱，效法这些古人去完成自己的宏愿。司马迁出狱以后，汉武帝让他当了中书令，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从朝廷上下投来的鄙视和嘲弄的目光，又经过了10数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终于以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完成了这部空前的伟大历史巨著。这部著作当时叫做《太史公书》，后人称它为《史记》。《史记》记述了我国从古代传说中的黄帝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全书共有52万多字，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和70列传。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历史的记述详实细致，严格的忠于历史，并且他爱憎分明，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鞭挞黑暗，表彰正义，反对贪暴，同情弱小。与此同时，《史记》里的人物描写和情节叙述也形象鲜明、生动活泼。它不但在历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都具有重大的价值。霍光受托辅政。司马迁的《史记》写到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年间。汉武帝公元前87年死了，汉昭帝继位。汉昭帝年纪小，听从大臣们的话。霍去病的异母兄弟大将军霍光叫汉昭帝照顾老百姓，减轻赋税，减少官差，有的时候还借种子、借粮食给农民。因此有人说，文帝和景帝的日子又快回来了。可是因为霍光不讲情面，朝廷当中的一些大官不能为所欲为，就把他当作眼中钉。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是霍光的女婿，上官安要把自己6岁的女儿嫁给汉昭帝，将来好当皇后。他让父亲上官桀先去跟霍光疏通。霍光说，您的孙女儿才6岁，现在就送进宫里去不合适。这么一来，上官桀和上官安就更加痛恨霍光了。汉昭帝从小死了母亲，一向把大姐盖长公主看成是母亲一样，盖长公主怎么说他就怎么依。上官安不死心，他就去找盖长公主的朋友丁外人去求盖长公主。丁外人向盖长公主这么一说，盖长公主就答应下来了。就这么着，上官安6岁的女儿进了宫，没有多少日子就立为皇后。上官安做了国丈，还做了车骑将军。他非常感谢丁外人，在霍光面前说可以封丁外人为侯。霍光对于6岁的小姑娘进宫这一件事情本来就很不乐意，因为盖长公主主张这么办，他也不便于过于固执。可是封丁外人为侯算是什么规矩呢？霍光就是不依。上官桀他们勾结燕王汉昭帝的异母哥哥刘旦，先想办法消灭霍光，然后废去汉昭帝，立燕王刘旦为皇帝。朝廷里有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上官安，还有别的大臣。外边有燕王刘旦，宫里有盖长公主和丁外人，他们联合起来布置了天罗地网，不怕霍光不掉在里面。燕王刘旦不断地派人送信、送金银财宝给盖长公主和上官桀他们，叫他们赶快动手。刚巧霍光出去检阅羽林军，也就是保护皇帝的部队，又把一个校尉
调到了大将军的府里边来。上官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派了一个心腹冒充燕王刘旦的使者，造了一封燕王的信去告发霍光。汉昭帝接过信一看，信上大意是说，听说大将军霍光出去检阅羽林军，耀武扬威地坐着跟皇上一样的车马，又自作主张调用校尉，这种不尊重皇上滥用职权的人哪像个臣下？我担心他准有阴谋，对皇上不利啊！我愿意归还燕王的大印，到皇宫里来保卫皇上，免得奸臣作乱。汉昭帝把这封信看了又看，念了又念，就搁在了一边。上官桀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就到宫里去探问。汉昭帝只是微微的一笑，可不回答他什么。第二天，汉昭帝临朝，大臣们都到了，单单少了一个霍光。他问：大将军在哪儿？上官桀回答说：大将军因为被燕王告发，不敢进来。汉昭帝吩咐内侍去召汉光进来。霍光进来以后，自己摘去了帽子，趴在地上说：臣该万死。汉昭帝说：大将军尽管戴上帽子，我知道有人存心要害你。大臣们一听一愣，霍光又是高兴又是奇怪，他磕了个头说：皇上是怎么知道的？汉昭帝说：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临近长安的地方，调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儿，一共不到10天的功夫。燕王远在北方，他怎么能够了解这些事情？就算他知道了，马上写信，马上派人来上书，也来不及赶到这儿。再说，如果大将军真要作乱，也用不着调用一个校尉，这明明是有人暗伤大将军。燕王的信分明是假造的，我虽然年轻，也不见得这么就容易受人蒙骗。这个时候汉昭帝才14岁，霍光和别的大臣们听了，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聪明的。汉昭帝把脸一沉，对大臣们说：你们得想个办法把那个送信的人抓来。汉昭帝连着催了几天也没有破案，上官桀他们怕追急了弄出大祸来，就劝汉昭帝说：这种小事陛下不必追究了。汉昭帝说：这还是小事情吗？打这儿起，汉昭帝就怀疑起上官桀他们这一伙人来了。上官桀他们并不罢休，他们商议停当，由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到宫里去喝酒。上官桀爷儿俩埋伏布置，准备在宴席上刺死霍光，然后又派人去通报燕王刘旦，请他到京师来即位。上官桀爷儿俩又自己秘密地定下了计策，准备杀了霍光以后，再把燕王刘旦刺死，上官桀自己即位做皇帝。不料有人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了霍光，霍光连忙告诉了汉昭帝，汉昭帝又连忙吩咐丞相田千秋火速扑灭叛乱。田千秋首先逮住了燕王刘旦的使者，再派人分别去抓上官桀、上官安和丁外人，录了他们的口供，然后统统的给杀了。盖长公主没脸再做人，自杀了。燕王刘旦得了这个消息，正想发兵，诏书已经到了，让他放明白一点，他只好上吊自杀。霍光扑灭了叛乱以后，希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愿意再用兵。偏偏北边的匈奴、东面的乌桓和西边的楼兰，现在新疆若羌罗布泊的西北，又来侵犯中原。汉昭帝前后发兵打败了匈奴、乌桓和楼兰，他改楼兰为鄯善，也就是现在的新疆若羌一带，给鄯善王一颗汉朝的王印，他又把宫女嫁给他做夫人，西北方向从此太平了一个时期。公元前74年，汉昭帝21岁了，他下了一道诏书，叫大臣们商议减少人头税。因为这10几年来，由于鼓励节约，裁撤了不必要的官员，国库还算充实，商议下来减少人头税3%。过了2个月，汉昭帝就病死了。昭君出塞，汉昭帝死了，
上官皇后才15岁，没有孩子，别的妃子也没有生过孩子。大臣们议论纷纷，立谁做皇帝呢？霍光听了别人的话，把汉武帝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立为国君。没想到昌邑王是个昏君，他荒淫无度，据说即位才27天功夫，就做了1127件不应该做的事儿。霍光他们一般大臣只好废了昌邑王，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作为国君，就是汉宣帝。不久，霍光死了，汉宣帝重用丞相魏相、魏将军张安世、老将军赵充国等。这时候，匈奴由于出了5个单于，互相攻打杀伐，其中有个单于叫呼韩邪，他杀了一个主要的对手，打败了别的几个单于，差不多可以把匈奴统一了。想不到他的哥哥自立为郅支单于，又跟呼韩邪单于打起仗来了。呼韩邪单于打了几个败仗，死伤了不少人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臣们当中有人劝他跟汉朝和好，呼韩邪单于决定亲自带领部下到长安来见汉宣帝。公元前51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见汉宣帝，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迎接了他，为他召开了盛大的宴会，还送了不少的礼物。呼韩邪单于和匈奴的大臣们在长安住了1个月，到2月里，呼韩邪单于请求汉宣帝帮助他们回去。汉宣帝答应了，派2个将军带领16000名骑兵护送他们到了漠南。这个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就送去了34000斛粮食。古代的时候呢，10斗是1斛。郅支单于怕汉朝帮着呼韩邪单于去打他，也打发自己的儿子到长安来，表示和汉朝友好。西域各国也都争先恐后的来和汉朝打交道，汉宣帝不用说多么高兴了。汉宣帝在位的几十年里，汉朝强盛了一个时期。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死，太子即位，也就是汉元帝。过了几年，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臣。西域各国请求汉朝出兵，于是汉朝发兵打败了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死了。郅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匈奴王就可以坐稳了。他在公元前33年再一次亲自到长安来，要求和汉朝结亲。汉元帝也愿意同匈奴和亲，就答应了。他吩咐大臣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作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永远都没有飞的份儿。能够出去嫁人的话，就是嫁给一个平民，也要称心如意了。可是让他们离开本国到遥远的匈奴去，谁都不乐意。其中有一个宫女叫做王强，又叫王昭君，很有见识。为了2国的和好，她报名愿意到匈奴去。管这个事的大臣正在为了没有人应征而焦急，难得王昭君肯去，就把她报了上去。汉元帝吩咐几个专门办理喜事的大臣准备嫁妆，选择了个日子给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成亲。到了结婚的那一天，呼韩邪单于瞧着王昭君年轻美貌，从心眼里感激汉元帝。不说别的，那份嫁妆就已经让他够高兴的了。光是绸缎布帛一项就有18000匹，丝棉16000斤。从汉朝方面来说，只要单于不来侵犯，使边界上的居民能够不受到抢劫和屠杀，已经够称心的了。现在呢，呼韩邪单于一心要跟汉朝结好，从此不再来侵犯，汉朝怎么样优待他都乐意。因此在呼韩邪单于夫妇离开长安的那一天，汉元帝在宫廷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他们。王昭君到了匈奴，从此住在了塞外。古代呢，有防御工事的边界叫做塞，
从此再也见不到父母之邦，心里不免难受。但是匈奴的百姓都喜欢他，尊敬他，慢慢的也就生活习惯了。打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60多年没有打仗。公元前33年，汉宣帝死了，太子即位，这就是汉成帝。汉成帝立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二舅王崇为安城侯，还有5个小舅舅都封了侯。外戚，也就是太后或者是皇后的亲戚，王家从此掌握了朝廷的大权。昭君出塞。汉昭帝死了，上官皇后才15岁，没有孩子，别的妃子也没生过儿子。大臣们议论纷纷，立谁做皇帝呢？霍光听了别人的话，把汉武帝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立为国君。没想到昌邑王是个昏君，他荒淫无度，据说即位才27天功夫，就做了1127件不应做的事。霍光他们一般大臣只好废了昌邑王，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国君，就是汉宣帝。不久，霍光死了，汉宣帝重用丞相魏襄、魏将军张安世、老将军赵充国等。这时候，匈奴由于出了5个单于，互相攻打杀伐。其中有个单于叫呼韩邪，他杀了一个主要的敌手，打败了别的几个单于，差不多可以把匈奴统一了。想不到他的哥哥自立为郅支单于，又跟呼韩邪单于打起仗来了。呼韩邪单于打了几个败仗，死伤了不少人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臣当中有人劝他跟汉朝和好，呼韩邪单于决定亲自带着部下到长安来见汉宣帝。公元前51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见汉宣帝。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迎接了他，为他开了盛大的宴会，还送了不少礼物。呼韩邪单于和匈奴的大臣们在长安住了1个月。到了2月里，呼韩邪单于请求汉宣帝帮助他们回去。汉宣帝答应了，派了2个将军带领16000名骑兵护送他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送去了34000斛，古时候10斗为1斛粮食。郅支单于怕汉朝帮着呼韩邪单于去打他，也打发自己的儿子到长安来，表示和汉朝友好。西域各国也都争先恐后的来和汉朝打交道，汉宣帝不用说多么高兴了。汉宣帝在位的几十年，汉朝强盛了一个时期。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死，太子即位，就是汉元帝。过了几年，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臣。西域各国请求汉朝出兵，于是汉朝发兵打败了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死了。郅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匈奴王位可以坐定了。他在公元前33年再一次亲自到长安来，要求和汉朝结亲。汉元帝也愿意同匈奴和亲，答应了。他吩咐大臣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作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好像关在笼子里的鸟，永远没有飞的份儿。能够出去嫁人的话，就是嫁给一个平民也够称心了。
可是要他们离开本国到遥远的匈奴去，谁都不乐意。其中有个宫女叫王强，又叫王昭君，很有见识。为了两国的和好，她报名愿意到匈奴去。管这件事的大臣正为了没有人应征而焦急，难得王昭君肯去，就把她报上去。汉元帝就吩咐几个专门办理喜事的臣下准备嫁妆，择个日子给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成亲。到了结婚那一天，呼韩邪单于瞧王昭君年轻美貌，从心眼里感激汉元帝。不说别的，那份嫁妆已经够叫他高兴了。光是绸缎布帛一项就有18000匹，丝棉16000斤。从汉朝方面说，只要匈奴不来侵犯，使边界上的居民能够不受到抢劫和屠杀，已经够称心了。现在呼韩邪单于一心跟汉朝和好，从此不再来侵犯，汉朝怎么样优待他也都乐意的。因此在呼韩邪单于夫妇离开长安那一天，汉元帝在宫廷里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他们。王昭君到了匈奴，住在塞外，从此见不到父母之邦，心里不免难受。但匈奴的百姓都喜欢他，尊敬他，他慢慢也就生活惯了。打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60多年没有打仗。公元前33年，汉元帝死了，太子即位，就是汉成帝。汉成帝立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二舅王崇为安城侯，还有5个小舅舅都封了侯。外戚、太后或者皇后的亲戚，王家从此掌握了朝廷的大权。王莽复古称帝。汉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有8个弟兄，二弟王曼的次子叫做王莽。有些大臣吹王莽好，汉成帝就封他为新都侯，后来又拜他为大司马，让他掌握了朝廷的大权。王莽用心搜罗天下的人才，远远近近一些知名的人士都来投奔他。公元前7年，汉成帝死了，新君即位，也就是汉哀帝。汉哀帝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汉哀帝即位6年也死了，王莽就立了一个只有9岁的汉平帝，让太皇太后王政君替他临政，国家大事都由王莽做主。王莽掌握了大权，他手下的人又请太皇太后加封他为安汉公。王莽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还告了病假，躺在床上不肯起来。太皇太后又封王莽为太傅，尊为安汉公，加封28000户。王莽接受了封号，把封地退还了。公元2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朝廷要粮要税还是逼得很紧，全国又骚动起来了。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王莽向太皇太后建议节约粮食和布帛。王莽自己一家先吃起素来，还拿出100万钱30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一带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房产来。这么一来，王莽的名声就更大了。第2年，汉平帝才12岁，王莽就请太皇太后给汉平帝定了亲。太皇太后选定了王莽的女儿，准备明年给汉平帝完婚。王莽推让了一番，就同意了。王莽掌握了大权，怕汉平帝的母亲一家也参与朝政，就封汉平帝的母亲卫姬为中山王后，让她留在中山，不准到京都里来。过了年，13岁的汉平帝就成了亲，把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王莽
做了国丈。太皇太后要把新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新野的土地25600顷赏给他，可是王莽又推辞了。王莽派王运等8个心腹大臣到各地宣传王莽不肯接受新野土地这件事情。中小地主和农民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到王莽连土地都不要，说他真是个好人。这个时候，黄陵侯刘庆上书给太皇太后，说应该恢复周朝周公辅佐周成王的鼓励，请安汉公执行天子的职权。王莽就复古做了汉平帝的代言人。王莽派出去观察风土人情的8个人回来了，写了各种各样的歌颂王莽的歌谣，朝廷大臣、各地官员、平民百姓请求给王莽加封的有48万人。王莽的威望越来越高，汉平帝觉得王莽越来越可怕可恨，在背地里说了一些抱怨的话。王莽听了以后就火了。有一天，大臣们欢聚一堂给汉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汉平帝接过来喝了，第2天就患了重病，没有几天就死了。王莽还装模作样的哭了一场。汉平帝死的时候才14岁，没有儿子，可是汉宣帝的曾孙呢很多。王莽不选年龄大的，偏偏挑选了汉宣帝的一个玄孙，才2岁的刘英，立为皇太子，又叫孺子婴。王莽的女儿为皇太后。汉高祖打下来的刘家天下，眼看就要落在王莽的手里了。安众侯刘崇起来反对，他的心腹张绍帮着他召集了100多个部下，冒冒失失的进攻了几千名士兵守着的宛城。一交战，刘崇的兵马就垮了，刘崇和张绍死在了乱军当中。刘崇的伯父和张绍的叔伯兄弟怕王莽追究，自动到长安请罪。王莽为了安定人心，把他们都免了罪。大臣们又向太皇太后建议，给安汉公的权力还要大。太皇太后王政君就下了个诏书，称王莽为假皇帝。那么这里的假是代理的意思。第2年秋天，东郡太守翟义又起兵了，他约会了皇族的一些人，立刘信为天子，自称是大司马助天大将军，号召天下说王莽毒死了汉平帝，要夺刘家的天下，现在已经有天子了，大家应当去征伐王莽。刘信、翟义他们到了山都郡，那么治所在现在的山东金乡的西北，已经有了10几万的人马了。警报传到了长安，王莽抱着3岁的孺子婴，日日夜夜在庙里祈祷，通告天下，说他只是代行职权，这个职权是要还给孺子婴的。可是王莽觉得假皇帝管不了天下，还不如做个真皇帝。这时就有一批人纷纷假托天帝的命令，说王莽是真命天子。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同乡，也在高帝的庙里发现了。王莽这会儿可不再推让了。公元9年的正月，王莽把汉朝改为新朝，自己成为新皇帝，废孺子婴为安定公。西汉从汉高祖到汉平帝一共12个皇帝，214年的天下到这儿就已经灭亡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做了皇帝，一心要恢复古代的制度，把天下的田地称为王田，不准私人买卖，把富户多余的土地交给没有田地的人去种，这就引起了豪门地主贵族的反对。农民呢，受着沉重的剥削，没有农具也没有牲口，怎么能够把王田种好呢？结果农业生产还不如以前。王莽就只好又下了一道命令，王田可以买卖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弄得威信扫地，人心不安。他又拉了近30万人马去打匈奴，为了打仗就得向老百姓征军粮、征牲口，谁要是慢一步就被会处以死刑，或者是没收为官奴。老百姓闹得没法活，那么就只能起来反抗。西北边境靠近匈奴一带的百姓，捐税和官差负担特别重，他们就首先起义了。公元17年，荆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湖南一带闹饥荒了，野菜都挖光了。新市，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山东北，有一个叫王匡的，另外有一个叫王凤的人，带领好几百的农民起义，抢了官家的粮食，占领鹿林山，也就是现在湖北的大洪山。没有几个月的功夫，起义军就有了7、8千人，后来人们就称他们为绿林好汉。消息传到了长安，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大臣当中不少人乱划田地，叫农民没法耕种，不顾百姓加重捐税，百姓造反，罪在官吏，只要惩办贪官，向天下赔不是，国内就能够安定下来。他还要求把进攻匈奴的军队应当赶快撤回来，跟匈奴讲和。王莽一听，叫卫士们把公孙禄轰了出去，接着下令绞杀绿林。荆州的长官马止召集了2万官兵，奔绿林军杀来。绿林军跟官兵交火拼杀，越打越精神，官兵连滚带爬，四散逃跑，死伤了好几千人。王匡、王凤趁着这个机会攻进晋陵，也就是湖北潜江的西北，安陆，现在的湖北安陆北部，这2个城被攻下了，打开了监狱，放出囚犯，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平民，余下的大部分都搬上了鹿林山。起义军猛增到了5万多人。想不到公元22年，鹿林山发生了瘟疫，5万人死了快一半，活着的人只好分成几路离开了鹿林山，一路占领了南阳，一路占领了南郡，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北部，一路占领了平林，也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东北。就在南方的绿林军打击官军的同时，东方的琅琊郡海曲县，在现在的山东日照西部，有一个公差吕玉，没有依照县官的命令去打交不出捐税的穷哥们，县官把他给杀了。吕玉的妈妈怒火灼烧，约了100多个穷苦的农民杀了狗官。穷哥们跟着吕妈妈来到了黄海的一个小岛上，瞅准机会上岸打官府，砸监狱，开粮仓，名声越来越大。没有多少日子，跟着吕妈妈的军队就有1万多人。公元18年，莒县又出现了首领名叫樊崇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打击官府，也有1万多人。后来吕妈妈病死了，手里下的1万多人都上了泰山。公元21年，王莽派大将景尚带兵去围剿，叫起义军给杀了。王莽眼睛往上一翻，差点给气得背过气去。他跟太师王旷谋划，集中兵马先打一头，派太师亲自出马，率领10万大军去围剿樊崇军。樊崇他们听到了风声，怕打起仗来自己不认识自己人，就叫起义的农民都在眉毛上涂上了红色的颜色作为记号，这支起义军就得了个外号，叫做赤眉。赤眉军订立了2条公约，第1条，杀害老百姓的定死罪；第2条，打伤老百姓的受责打，老百姓都欢迎他们。王匡的军队来了，赤眉军拼着命的猛攻。樊崇是个大力士啊，枪头出，对着太师王匡直扎。王匡拉准马头就回逃，大腿被扎了一枪，跑了。他的副手将军连丹死在了乱军当中。10万官兵逃了太师，死了大将，乱哄哄的散了一大半，有一部分投降了。赤眉军的人数一下子增加到了10万人。这个时候，全国到处闹着饥荒，关东人一批又一批的往关中涌过去，进关的难民有几10万。王莽只好下令开仓放粮，可是官吏们层层克扣，粮食到不了难民的嘴里。
长安有上千上万的难民死去。王莽只管催促各路的官兵加紧围剿绿林和赤眉。当时除了绿林和赤眉，别的地方的起义的农民也很活跃，单单在黄河的两岸就有大小的起义军几十路。可是各地的起义军彼此没有联络，都自个儿打自个儿的，而且地主豪强和倒了霉的汉朝贵族都趁着机会混进了农民的起义军的队伍。昆阳大战。汉朝有一个远房的宗室刘秀，老想恢复刘家的天下。他生性谨慎，态度沉着，曾经到长安进过太学。从太学回来，他就做粮食买卖，成了一个大商人。有一天，刘秀运谷子去卖，在街上碰上了好朋友李通和李毅。李通跟李毅和他说：“王莽眼看不行了，你是宗室，何不趁此机会召集人马夺取天下，恢复汉室？”三个人谈得挺对劲儿，就约定在南阳发兵。刘秀和李毅去见刘秀的大哥刘演，他们发动了地主豪强7、8千人去反对王莽。7、8千人成不了大事儿，刘演就派人去见绿林军的首领王凤和陈穆。三路人马联合起来往西打，半道上碰上了王莽的大军。刘演他们都是步兵，连刀枪都不齐全，这一仗打败了。刘演就带着刘秀和李通去见绿林军的王常。刘演跟王常定了盟约，两路人马联合起来对付官军。打这儿起，农民起义军就跟地主武装混合在一起了。四路人马打了几个胜仗，合起来已经有10多万人了，该有一个最高首领统一号令啊。四路的起义军们就商量，最后决定立刘玄做皇帝。公元23年2月，刘玄登基，年号为更始，因此刘玄又叫做更始皇帝。刘玄拜王匡、王凤为上公，朱伟为大司马，刘维为大司徒，陈穆为大司空，拜刘秀为太常偏将军。打这儿起，绿林起义军就称为汉军。更始皇帝刘玄派王凤、王常、刘秀去进攻昆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叶县。昆阳很快就给王凤、王常、刘秀打了下来。接着刘秀又打下了临城的定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兖城西北，和兖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兖城。王莽听说汉军立刘玄为皇帝，急得直上火，马上派大将王寻、王毅带领42万人马，号称100万，直奔昆阳。昆阳的汉军站在城楼上往下一看，只看见黑压压的全是王莽的军队，有的人准备散伙了。刘秀对他们说：“这是最紧要的关头，必须得顶住。咱们兵少粮少，全靠同心协力，万万不能灭掉自己的志气。”将士们这才安定下来。昆阳城里的汉军当时只有8、9千人。刘秀关照守城的将士只守不战，自己带了李毅他们13个人骑上了快马，趁着黑夜冲出南门去调兵。刘秀动员将士们放弃定陵和兖城，跟着刘秀直奔昆阳。刘秀带领援军1000多人作为先锋，到离官兵大营4、5里的地方布置了阵势，官军派了几千个士兵去对敌。刘秀突然冲过去，一连杀了几个敌人。汉兵一个人能够抵得上10个敌人，杀了上千名官军。刘秀又带着敢死队直冲中军大营。官军1万多人跟刘秀的3000人交战，不一会儿敌人就乱了队伍。汉兵知道王寻是官方的大将，立刻把他围住，乱砍乱刺，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军的副将王毅慌忙逃跑，守在城里的汉军也开了城门打了出来。王莽的大军听到主将被杀，副将逃了，全都慌了神儿，四处奔逃，自相践踏，沿路100多里地到处都有尸体。汉兵正杀得高兴，忽然一个怪人带着一群猛兽冲了过来。那个怪人叫巨物霸。
据说有1丈来高，身子像公牛那么粗。这个巨人能够训练老虎、豹、犀牛、大象。王莽拜他为校尉，让他带着几只猛兽和一批扮作猛兽的士兵前来助威。汉兵没见过，只好躲开了。没想6月的天气变化无常，突然一声响雷，接着大豆似的雨点直往下倒。那些身上涂着颜色扮作老虎和豹的士兵给浇得直打哆嗦，几只猛兽把巨无霸挤得掉在河里起不来了。汉军一看，笑坏了，个个生龙活虎直往前追。王莽的大军好像绝了口子的大水，向后掉进了河里，淹死了1万多人，其余的官兵四散奔逃。昆阳大战消灭了王莽的主力，消息传到各地，鼓舞了各地的义军，有不少人杀了当地的官员，自称为将军，等待着刘家皇帝的命令。就在这个时候，更始皇帝和将军们发生了矛盾。刘家哥俩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手下的人不把刘玄放在眼里。刘演有一个心腹叫做刘季，他说刘玄算老几，刘玄就把刘季定了死罪。刘演急忙跑来跟刘季争理，站在一旁的朱伟大喝一声：刘季对抗命令，还不是刘演主使的吗？他也不能免罪。刘玄把脑袋一顿，使出了做皇帝的威风，干脆把刘演和刘季一块都砍了。刘秀听说哥哥给杀了，痛哭了一场。他擦干眼泪来见刘玄，向刘玄表示忠心。人家问起昆阳大战的胜利，他也不骄傲，他也不给哥哥带笑，完全像没事人一样。刘玄反倒觉得过意不去，就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刘秀重振汉王朝。王莽的主力已经给消灭了，主要的地盘只剩下了长安和洛阳2个大城市。弘农，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这个郡的长官王宪干脆投降了汉军。不少的豪强大族也跟着王宪去打长安，他们在城里城外到处放火。王莽穿着礼服，拿着一把短刀，坐在殿前，死守着60万斤黄金和别的珠宝。第2天，火烧到殿前了，大臣们扶着王莽躲到了太液池里的箭台。太阳下山的时候，义军打进了箭台，把王莽杀了。王宪找到了玉玺，穿上了王莽穿过的龙袍，戴上王莽戴过的冠冕，做起皇帝来了。刘玄派人收过了玉玺，把王宪拿来办罪。刘玄最不放心的是刘秀，他先想个法子，叫他带人到洛阳去修宫殿，以备迁都。后来又指使他以大司马的身份代表刘玄去安抚河北的各路人马。刘秀到了河北，那里的算命先生王朗自封皇帝，被刘秀给灭了。刘秀在河北吃了很多的苦，有的时候连一口饭都吃不上。他联合反王朗的武装，又打败了另一支铜马的起义军，把自己的军队扩大了几十万人。这时全国各地的义军和豪强武装自封皇帝的可不少啊，比如最重要的皇帝有汉军的刘玄、赤眉军的首领樊崇、李汉宗室的一个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为帝，还有成都的公孙述。刘秀有2个心腹，一个叫冯异，原来是王莽手下的一个将军，后来归附了刘秀。他在行军休息时总是一个人坐在大树下，所以人称大树将军。另外一个是刘秀念太学时候的同学邓禹，这2个人都叫刘秀自立为皇上，统一天下。于是公元25年，31岁的刘秀登基了，也就是东汉的汉光武帝。汉光武帝派大树将军冯异去打洛阳的汉军，另外分3万人马给邓禹去打赤眉军。可是邓禹带了3万人马却不去打长安，他先打上郡等3个郡，去弄牲口粮草，让长安的刘玄和赤眉火拼以后，再去消灭这2支义军。刘秀平定了燕赵以后，就回过头来攻打洛阳。
他打了几个月也没有攻下来。这个时候，赤眉军打着汉天子刘盆子的旗号来征讨刘玄，打进了长安城。刘玄带着妻子和宫女们从北门逃了出去。赤眉军传令刘玄赶快投降，刘玄只得向刘盆子奉上了玉玺，刘盆子封他为长沙王。刘玄完蛋以后，刘秀就劝降了洛阳的汉军，从此他就把洛阳作为京都。洛阳在长安的东边，所以呢，后汉也叫做东汉。赤眉军在长安城里把粮食吃光了，樊崇只得带着几十万大军向西流亡，不料遇到了暴风雪，冻死了不少人马。万不得已，他在折回长安的时候，邓禹的兵马已经进了长安。邓禹立刻发兵去攻打，想不到打了个败仗，连长安也丢了。汉光武帝赶紧派冯异带着一队人马去代替邓禹，并嘱咐冯异说，长安一带的老百姓已经穷到了极点，将军这次去征伐，要是赤眉军肯投降，就让士兵们都回家去种地，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不要随便杀人。冯异带着军队去了，汉光武帝又给邓禹下诏书说，千万别死拼，赤眉军没有粮食，一定会到东边来的，你赶快回来。冯异到了长安，把人马埋伏好，就向赤眉军下战书。赤眉军一上阵就中了埋伏，拼死拼活打了一天，死伤了一大半。冯异让一些士兵在眉毛上涂上了红颜色，打扮成赤眉的士兵，混进了赤眉的队伍。赤眉军正在进退两难，冯异叫将士们大叫大喊，赶快投降，投降不杀。赤眉军一下子军心大乱，被解除了武装。剩下的10几万赤眉军由樊崇带着向东开走了。汉光武帝率领大军布置好埋伏，等赤眉军一过来，就把他们团团围住。樊崇没法走脱，乖乖地向汉光武帝求和。汉光武帝下令让他们投降，樊崇就带着刘盆子去见汉光武帝，乖乖地投降了。汉光武帝吩咐赶紧做饭做菜，让10多万赤眉兵吃一顿好的。接着汉光武帝把樊崇他们带到了洛阳，送给他们田地房屋，让他们做官，但是没有几个月功夫，就拿谋反的罪名把他们杀了。推翻新朝的绿林、赤眉这2支最大的农民起义军，到这个时候都给汉光武帝消灭了。马援老当益壮。刘秀镇压了绿林、赤眉，定都洛阳，建立了东汉，称汉光武帝。但是天下并没有统一。公孙述在成都自立皇帝，天水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的魁霄也想当皇帝，河西的窦融还没有归顺。公元前23年，魁霄派马援为使者去联络公孙述，公孙述封马援为大将军，马援婉言拒绝了。马援是扶风郡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陇县永寿以南、礼泉、户县以西、秦岭以北的地区。王莽称帝的时候，他做过新城的大尹，也就是太守，后来归属割据陇西的魁霄。从公孙述那儿回去以后，他对魁霄说，公孙述自高自大，像只井底的蛤蟆。马援想去联络刘秀，魁霄就派他去了洛阳。汉光武帝刘秀不带卫士，就在宫殿里欢迎马援。他笑着对马援说，您在2个皇帝之间奔波，我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马援说，天下还没有定下来，做君主的要挑选臣下，做臣下的也得挑选君王呢。又问，您好像见着老朋友似的接见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呢？汉光武帝笑着说，您不是刺客，可能是说客。马援说，如今天下称王称帝的不少，今儿见您这么豪爽，
真像见到了高祖一样。两个人越谈越投机，马援打定了主意，要劝奎萧归顺汉光武帝。奎萧不肯，后来在河西割据的窦融归顺了汉光武帝。公元前30年，汉光武帝又写信要奎萧和公孙述归顺汉朝，公孙述却发兵进攻南郡，奎萧也趁机发兵进攻关中，正好碰上征西大将军冯异，吃了个大败仗，就索性投降了公孙述，帮助他对抗汉光武帝。公元前32年，汉光武帝亲自带兵去征奎萧，又派人领兵去征陇西的公孙述。他说自个儿这是得陇望蜀。奎萧被围困了2年，害病死了。又过了1年，他的儿子奎纯投降了，大将军冯异也病死在军营里。公元36年，汉光武帝进攻成都，公孙述受重伤死了，他的手下将领献出了成都投降了。汉光武帝平定了陇蜀，20年来乱糟糟的中原又统一起来了。在汉光武帝统一中国的过程当中，马援参加了攻灭奎萧和公孙述的战争，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后来北方的匈奴和乌桓侵犯东汉，马援要求出征。他说男人应该死在边疆的战场上，让人们用马革裹着尸体回来埋葬。马革裹尸的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公元35年，汉光武帝任命他为陇西太守。西部的一个部落侵犯陇西，他率领兵马打败了外族的入侵。公元前41年，马援55岁，任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后来武陵一带的一个部族武蛮西侵犯东汉，武陵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的西部。汉光武帝派人领兵去抗击，吃了败仗。这个时候马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他向汉光武帝请求出征。汉光武帝看到他年纪大了，没有答应。马援一听着了急，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挺硬朗能行，可就是说服不了皇上，怎么办呢？他当下就叫人取来盔甲，叫人前来战马，请求汉光武帝让他一展英姿。汉光武帝同意了。别说马援老，他在殿前穿上了铁甲，戴上了头盔，跨上战马，显示出老当益壮的英雄姿态。汉光武帝不禁啧啧称赞，就派他领兵4万去攻打武蛮西了。不料这次出征，马援病死在了军中。那一年是公元49年，他63岁。汉光武帝打败了所有的敌手，打算把内政好好的整顿一番。他从2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节省朝廷的开支，一方面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下了一道诏书，要按着实在的情形合并一些县，裁撤一些官员。这么一来，人口并不多的县合并了400多个，10个官吏裁去了9个，开支就大大的减少了。前几年军费大，田租一直按照产量的1/10征收，现在仍旧恢复原来的制度，也就是征收1/30，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东汉的社会也就稳当了。强项令董宣。汉光武帝一面整顿内政，一面尽力搜罗治国的人才。他记起了以前在太学里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叫做严光，又叫严子陵，想请他来辅佐朝政。可是严光呢隐居了，一时找不到。汉光武帝就把严光的长相详详细细地说给画工听，让画工把画像分送到各个郡县去找。不久呢就找到了。汉光武帝要拜他为谏议大夫，但是严光没有接受，他一心想回到家乡富春山，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严陵山去种地钓鱼。据说他在富春江的江边堆了个台，先来常在那里钓鱼，后人称严子陵钓台。
汉光武帝能够这样恭敬地对待严光，他的礼贤下士的名望也就越来越大了。他甚至连敢于治罪皇亲国戚的人也肯用，洛阳令董宣就是其中之一。汉光武帝有一个姐姐叫胡杨公主，她有一个奴仆在外面杀了人，躲进了公主府里面。董宣不能闯进公主府去抓杀人犯，就只好一天一天的在外面等着那个奴仆出来。这一天，胡杨公主坐着马车出来了，跟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犯。董宣就带人上去逮。胡杨公主发火了，说董宣不该拦住她的车。董宣拔出宝剑往地上一划，当面责备公主不该放纵奴仆杀人。他叫手下人把那个杀人犯拉下车来，宣布了罪状，当场就杀了。这不是反了吗？胡杨公主气呼呼地赶进皇宫，向汉光武帝哭哭啼啼地诉说董宣怎样当众欺侮她。汉光武帝立刻宣董宣进宫，吩咐左右拿着鞭子，要当着胡杨公主的面责打董宣，给姐姐出气。董宣说：“用不着打，让我把话说完，我情愿死。”汉光武帝说：“你还有什么说的？”董宣说：“皇上是中兴之主，一向注重德行。如今皇上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怎么还能治理天下呢？用不着打我，我自杀就是了。”说着就挺着脑袋向柱子上撞，撞得头破血流。汉光武帝心里很佩服，急忙叫左右把他拉住，只要他向公主磕个头赔个礼也就算了。董宣宁可砍掉脑袋也不肯磕这个头，左右使劲把他的脑袋往下按，他的两只手使劲撑住地，梗着脖子硬不让他们按下去。汉光武帝实在佩服董宣，就喝了一声，放他走了。胡杨公主可不依了，她对汉光武帝说：“陛下当年在家乡也窝藏过犯死罪的人，官吏不敢上门来搜查。现在陛下做了天子，反倒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洛阳令了吗？”汉光武帝笑着说：“就因为我做了天子，不能再这么干了。”他一面劝姐姐回去，一面称赞董宣，还赏了他30万钱。董宣把这30万钱都分给他的手下了。董宣不怕皇亲国戚、豪门贵族对汉光武帝有好处，但是他的威望呢，也震动了整个京师。从此以后，人们都称他为强项令，意思就是说脖子硬的那个洛阳令。汉光武帝尊重人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天，汉光武帝带着人马出城去打猎，回来天早就黑了，他们就来到了东门外，城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的。士兵们叫看门的赶紧把门打开。看城门的小官智运说：“起了更就关城门，是皇上立下的规矩，谁也不能破这个例。”汉光武帝亲自来到城下，让智运看个明白，吩咐他快开城门。智运却回答说：“夜里看不清楚，不能随便开门。”汉光武帝碰了一个钉子，只好绕到中门进了城。第二天，智运上书说：“皇上跑那么远的山林去打猎，白天还不够，直到深夜才回来，这么下去，国家的社稷怎么办？”汉光武帝觉得他讲的有理，就赏了他100匹布，倒是把那个管中门的官员降了级。汉光武帝在位33年，公元57年病死，终年63岁。太子刘庄即位，他就是汉明帝。汉明帝天竺求佛。汉明帝登基后的第7年，皇太后病死了。汉明帝很爱他的母亲，他心里像没有着落似的，很难受，晚上老是睡不着。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看见了一个金人，头顶上有一圈白光，一闪一闪的在宫殿里摇晃。汉明帝正要问他是谁，从哪儿来，那个金人忽然升空往西去了。汉明帝被惊醒了，擦了擦眼睛，一瞧，什么也没有。烛台上的那只蜡烛呢，正在一闪一闪的摇晃着。他对着蜡烛出了一回神，天也就亮了。汉明帝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们，大臣们都说不上这个梦是凶是吉。汉明帝说：“听说西域有位神叫做佛，我梦见金人是往西去的，说不定就是佛。”博士附议说：“皇上说的对，佛是西方的神，还有佛经呢。从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修图王供奉的金人，据说那个金人是从天竺传到修图国去的。武帝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里，后来金人不知道哪儿去了。”汉明帝听了这番话，就派郎中蔡殷和秦景往天竺去求佛经。天竺也叫元读，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公元前565年降生的地方。释迦牟尼生在尼泊尔，现在的尼泊尔和印度在古代的时候总称为天竺或者是元读。他本来是个小国的太子，从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后来长大了，看到衰老的人和害病的人那么苦恼，心里挺难受，更别提看到死人了。他觉得人生就是痛苦，还不如不生在世上倒好。做了人，谁都逃不了生老病死。他想，有什么办法摆脱人生的痛苦呢？他离开了王宫，到山里去静修。经过16年的沉思默想，创立了佛教，也叫释教。当时天竺还是奴隶社会，受苦的人多，许多人听了他的话，居然都相信了，佛教就这样很快的传开了。释迦牟尼的弟子还把他的话记载下来，编成了经，也就是佛经。蔡殷和秦景经过千山万水，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天竺国。天竺人很欢迎中国派去的使者。蔡殷和秦景在天竺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字。天竺有2位很有学问的佛教徒，一个叫做摄摩腾，一个叫做竺法兰，也学会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帮助蔡殷和秦景懂得了一点佛教的道理。蔡殷和秦景邀请他们到中国去，他们就欣然同意了。这么着，蔡殷和秦景带着2位天竺僧人，还有一幅佛像、42张佛经回到中国来了。他们用1匹白马驮着佛经，经过西域到了洛阳，安顿在东门外的鸿胪寺，那么也就是招待外国人的宾馆。蔡殷和秦景朝见汉朝的皇帝，呈上了佛经和佛像，引荐了2位僧人。汉明帝看见了佛像，也记不清是不是就是梦里梦见的金人，翻了翻佛经，一个字儿也不认识。摄摩腾和竺法兰给他讲了一段，他也听不明白。他吩咐人修理鸿胪寺，把佛像供在里面，请2位天竺僧人主持佛教的仪式。那匹驮有佛经的白马呢，也养在里面，所以鸿胪寺就被称为白马寺。汉明帝听不懂佛经，王公大臣也不相信佛教，大伙只把白马寺里的佛经、佛像和2位僧人当作外国传来的新鲜东西，觉得好玩就去看看，谁也没怎么重视。只有楚王刘英派人来到了洛阳，向2位僧人请教。2位僧人就画了一幅佛像，抄了一张佛经交给了使者，还告诉他怎么样的供佛，怎么样礼拜，怎么样呢祈祷。使者回到了楚王的封地，照样说了一遍。刘英就把佛像供在宫里，
早晚呢礼拜祷告，求佛祖保佑他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打着信佛的幌子，广交方士，搞迷信活动，说自己应该是做皇帝。有人就向汉明帝告发，说楚王刘英谋反，汉明帝派人调查属实，就废了刘英的爵位，刘英只好自杀，佛祖也救不了他的性命。汉明帝供奉佛像，一些儒生本来就不赞成，可是呢也不便反对。如今出了楚王谋反的事情以后，他们就借这个机会请汉明帝专门尊重儒家。汉明帝本来也不相信佛教，就在南宫办太学，让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的经典，特别是孝经。他想呢，要是人人都孝顺父母，还会有谁来夺他的皇位呢？他还特地到鲁地去祭奠孔子，亲自到太学去讲孝经。汉明帝办太学，培养了一些喜欢读书和写文章的名士，可也有一些书香子弟呢，居然抛了书本扔了笔杆。他就是大学问家班彪的二儿子班超。班超投笔从戎。汉明帝的时候，班超听说匈奴又联络了西域的几个国家，经常掠夺边界上的居民和牲口，气得再也坐不住了。他说，打仗不应当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怎么能老闷在书斋里写文章呢？他就把笔杆扔了，就去投军。所以后来就把文人从军叫做投笔从戎，在这里从戎就是指的从军。班超的父亲叫做班彪，当年汉光武帝知道他有学问，就请他来整理历史。班超的哥哥叫班固，汉明帝叫班固做兰台令史。汉朝藏书的地方叫做兰台，兰台令史就是在宫里校阅图书、治理文书的官儿。后来呢，史官也叫做兰台。汉明帝让他做兰台令史，编写历史。后来呢，班超也做了兰台的令史。公元73年，执掌兵权的窦固派班超为使者，先去联络西域，斩断匈奴和西域的联系，再去对付匈奴。班超带着36个随从人员到了鄯善，鄯善王归附了匈奴，但是匈奴还是不断地向他们勒索钱物。这会儿汉朝派使者来了，他殷勤的接待。从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和汉朝不断的有来往，又有了65年。班超住了几天，匈奴的使者到了，鄯善王怕得罪匈奴，就故意冷淡班超他们。班超打听到匈奴的使者驻地离这儿才30里地，就知道鄯善王又是恨他们又是怕他们，正在为难着。班超不让透露风声，就把随从他的人员召集到一块喝酒。正喝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班超站起来说，你们跟我千辛万苦来到西域，想的就是为国家立功，没想到匈奴的使者来了，要是鄯善王把咱们抓起来送给匈奴，咱们连尸骨都还不了乡。班超又说，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趁着黑夜去袭击匈奴使者的帐篷，咱们杀了匈奴的使者，鄯善王一定吓破骨胆，还能不归顺汉朝吗？大伙儿全面赞成。到了半夜里，班超率领着10个壮士，拿着鼓躲藏在帐篷后面，20个人埋伏在帐篷里面。他带着6个人顺着风放了火，火一烧起来，10个人同时擂鼓呐喊，其余的大喊大叫，杀进了帐篷里。班超手起刀落，一下子砍死了3个匈奴兵。壮士们跟着班超杀了匈奴的使者和30多个随从，把帐篷都烧了。班超他们回到营里，正好天亮。鄯善王听说匈奴的使者都给杀了，就亲自来到班超的帐篷里，说今后一定要听从汉天子的命令。班超呢，安慰了他一番。鄯善王表示要真心和好，就叫他的儿子到洛阳去学习汉朝的文化。
班超回到了洛阳，班固向汉明帝奏明了他的功劳，汉明帝派班超再去结交于田。班超带着原班人马又到了于田。于田王早就听说班超的厉害，就出来接见。可是他那儿还住着一个匈奴派来的军官。于田王左右为难，回到宫里就把巫师请来求神问吉凶。那个巫师想着匈奴，就装神弄鬼的对于田王说：“你为什么要跟汉朝人来往？汉朝使者骑的那匹马，快拿来给我。”于田王就派人去向班超要马。班超对取马的人说：“大王要我的马敬神，我怎么能不乐意呢？可不知道要的是哪一匹，就请巫师自己来挑挑吧。”取马的人回去一说，那个巫师真的来挑马了。班超立刻拔出宝剑把巫师杀了，然后提着巫师的脑袋去见了于田王，说：“这个人的头颅跟匈奴人的使者一样，你跟汉朝和好，两国都有好处。要是你结交匈奴侵犯汉朝，看看我们的宝剑吧。”于田王连连地说：“愿意听从汉天子的吩咐。”他就派兵杀了匈奴的军官，也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学习。班超把带来的绸缎等一份送给了于田王和手下的大官。这以后，西域、龟兹，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一带，疏勒，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喀什一带等国呢，也跟东汉交好了，恢复了张骞当年的局面。公元75年，汉明帝汉病死了，太子即位，也就是汉章帝。班超接到了诏书，准备动身回到汉朝。疏勒国的一个将军流着眼泪说：“汉朝扔了咱们用什么来抵抗匈奴呢？与其那个时候死，还不如今儿个就死了呢。”说着就自杀了。班超经过于田，于田王和大臣们也抱住班超的马腿不放。班超只好上书给汉章帝，西域各国如果失去了依靠，就只好去投靠匈奴，再来侵犯中原。汉章帝看了奏章，就让班超继续留在西域。汉章帝病死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汉和帝。后来汉和帝派中郎将任尚为西域都护去接替班超。公元102年8月，71岁的班超回到洛阳，9月里病故。王充宣扬无神论。正当班超奔波西域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时候，东汉又出了一位宣扬无神论的思想家，名字叫王充。王充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吃不饱穿不满，更不要说读书了。但是他从小勤奋好学，想尽办法向别人借书看，以增加自己的知识。有一次他到都城洛阳去，经过书坊，就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一本接一本的阅读起来。书坊的老板对他说：“小伙子，你已经看了一天书了，到底要哪一本？”王充吃惊地抬起头来，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没钱买书。”书坊老板问道：“你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还要来书坊呢？”“我来这里想看些书。”王充说。“这么匆匆忙忙一本接一本的翻阅，你看得进吗？”书坊老板问。“当然看得进，我还能背出来呢。”王充自信地说。书坊老板不信，说道：“如果你能背得出哪一本书的话，我就把这部书送给你；如果背不出，以后就不许你再到我这儿来白看书了，行吗？”“行啊，行啊。”王充一口答应。书坊老板就顺手拿起了王充刚才看的那部《论语》，翻到其中的卫灵公篇，要王充背诵。“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王充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书坊老板本来有点学问，惊讶之余又想考考他：“孔子为什么会发出‘我没看到过
爱好美德就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的感叹呢？王充说，因为孔子在魏国住了1个多月，老是看见卫灵公和夫人、男子坐一辆车招摇过市，而所有的官员只能坐其他的车陪同，所以他才发出这样的感叹。书坊老板又问，《论语》中说，子路对孔子朝见卫灵公夫人、男子表示不满，孔子指天发誓，如果我干了卑鄙的事，老天爷惩罚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王充想了想说，我觉得孔子有点心虚，至少可以说他发的誓靠不住。什么老天爷惩罚？谁看见过老天爷呢？世上根本就没有老天爷，孔子却又根本不存在的老天爷惩罚自己作为誓言，怎么能够让人相信呢？他还不如发这样的誓，说如果我干了卑鄙的事儿，让雷打死我，让火烧死我，让水淹死我，让房子塌下来压死我。我想孔子用老天爷发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吧？你难道不知道天人感应吗？书坊老板问。天人感应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王充侃侃而谈，天是自然而不是神，比如说天没有嘴巴和眼睛，如果天是物体的话，应该和地相同；如果天是气体的话，应该和云相同，不会有嘴巴和眼睛吧？天既然没有嘴巴和眼睛，就不可能有感觉和欲望，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志，包括不会奖赏或惩罚谁。书坊老板和王充谈了很久，深深地感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后来王充当过几任的小官，还是坚持宣扬无神论，经常跟人辩论。有人说，好人会得到天的保佑，坏人会得到天的惩罚。王充反驳说，如果天会奖赏好人，惩罚坏人，为什么不让好人长寿，坏人早死呢？有人说，人死之后会变成鬼，同样有知觉，会找仇家报仇。王充反驳说，人死之后没有了精神，没有了思想，连躯体都烂掉了，怎么会变成鬼呢？如果人活着的时候睡着了，精神还在，形体也在，但是他对周围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死人精神消亡，躯体腐烂，更不可能有什么知觉了。人死变鬼的说法完全是鬼话。王充把无神论的思想写进了他重要的著作《论衡》当中。王景治水显才能。与王充同时代，东汉产生了一个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他为治理黄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景年轻时就喜欢看书学习，掌握了十分广博的知识，尤其对水利特别有研究。他曾经和王吴合作修治浚仪渠，在今安徽亳县，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施工方法，那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水灾。后来他当上了庐江太守，今安徽庐江西，兴修韶坡水利，今安徽泰县南，提倡牛耕，推广养蚕织帛，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汉平帝时，黄河决口，汴渠即汴河被侵毁，大水在那一带泛滥了6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修治。东汉明帝刘庄登基后，接连收到几份奏章，都是报告水灾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有的说，黄河决口以来，汴渠东侵，许多良田房屋都淹没在水中了。有的说，兖今山东金乡西北一带，豫治所在今安徽亳州一带，百姓多年遭受水灾之苦，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有的说，在滔滔洪水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百姓期盼着朝廷能早日集结力量治水。汉明帝看了这些奏章，心里非常焦急，
下决心要治理黄河与汴渠。公元69年春天，汉明帝召见王景，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黄河汴渠。王景详细分析了水灾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汉明帝听了王景的介绍，心里有了底，对王景的才能非常赏识。他当即赐予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及钱帛衣物，任命王景和王吴一起共同主持治理黄河汴渠的工程。对于这即将上马的庞大工程，官员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官员思想保守，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其兴师动众去治水，还不如任水自流，让它自己形成新河道。有的官员异想天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干脆恢复黄河故道，不是省时省力多了吗？王景一一驳斥了各种错误的论调，排除了许多困难，与助手王吴一起实地考察，制定了治理黄河汴渠工程的完整方案。当年夏天，东汉政府征发民工数十万人，由王景和王吴率领，从荥阳为起点，开始了疏通河道、修渠筑堤的浩大工程。在这大规模的施工中，作为总指挥，王景每天起早摸黑查看地势，监督质量，还亲自指挥开凿山地，破除旧河道中的阻水工程。施工中采取了当时可能做到的技术措施，杜绝横向串沟，修筑坚固堤坝，疏浚淤塞的汴渠，对黄河与汴渠进行了综合治理。当工程进行到汴口（今河南开封北）时，王景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他反复设计了几种方案，比较他们的利弊，最后决定用10里立一水门的方法，交替从黄河中引水入汴渠，做到了黄河与汴渠分流，彻底改善了汴口极易出毛病的状况。经过整整1年的施工，到第2年夏天，长达1000余里的工程终于全部完成。泛滥了几十年的黄水灾害平息了，汴渠重新开始通航，曾被淹没的耕地又种上了庄稼。汉明帝听到工程完成的报告，非常激动，亲自到新修的河堤巡视，对王景采取的筑堤修渠、决水立门，以及让黄河与汴渠分流等一系列措施赞不绝口，对参加治水工程的功臣予以奖励。为了维护保养新修的河堤，汉明帝下令，按照西汉的建制，沿河的郡国都要有专职的河堤官员。公元72年，王景跟着汉明帝东巡，一直来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一路上，汉明帝看到了治水工程带来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等巨大效益，为了嘉奖王景的功绩，任命他为河堤业者。自从王景对黄河与汴渠进行了治理后，在此后800-900年的史书上，很少见到有关黄河改道的记载。许慎编著《说文解字》。东汉不仅出了大科学家张衡、水利专家王景，还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字学学家许慎。他编著了一部世界上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公元121年8月的一天，艳阳高照，在汝南，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部通往国都洛阳的大道上，一辆公车疾驶而来，车上端坐着一位年轻人，表情十分焦急。他身后放着一只大木箱子，
有2个仆人看护着，像是装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他们一路上无话，直奔洛阳。这个年轻人叫做许冲，是前南阁祭酒，也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许慎的儿子。箱子里放着是他父亲新近完成的巨著《说文解字》。他这次到洛阳就是要把这部书呈现给皇帝，而许慎自己则因为日夜不停的著述而病倒了。许冲很明白自己这次去洛阳责任重大，《说文解字》虽然是一部字书，但却和现实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的完成将对朝廷治理国家所根据的经学体系，也就是以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6经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父亲花了20余年的心血，今天总算大功告成了。想到这里，他回头看了看木箱，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与此同时，在汝南家中的许慎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虽然患病在身，然而著书的兴奋时时让他激动。他在庭院室内不停地踱着步，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贾逵。许慎还清晰地记得老师曾经说过，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逐渐成为立国的根本大法。但对于6经的解释，孔子以后各家的分歧很大，渗入了很多的谬误，再加上秦始皇又烧了很多的古书，经学的原本面貌越来越混淆了。难道就没有办法把它们恢复原貌吗？哪怕不是全部？许慎问道。贾逵想了想说，有，如果能够从文字语言方面有所突破，完全有可能，可这又谈何容易呢？对于老师说的话，许慎听在耳中，记在心里。从此开始对经学勤奋的钻研，尤其是对于小学更为用心。古代呢，把语言文字方面的学问称为小学，他有了要编一部字书的打算。后来许慎做了朝廷的祭酒，在这个期间他写了《五经异义》一书，辩驳经义，一时名声大振。贾逵对于自己心爱的学生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呢，又怕他骄傲自满，便告诫他说，经学问题的彻底解决绝不能停留在具体字句方面的辨析。你的这部书虽然很好，但是仍然没有跳出这个老套。经书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字有自己的形音义，可以向我们传达文本的意义，所以只有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经学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发展。我已经老了，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多努力。许慎听了老师的话，感触很深，更加坚定了要编一部字书的决心。从此他一方面继续向贾逵请教文字方面的知识，系统地研究6书的理论。6书呢，也就是象形、会意、指示、转注、假借、形声等6种造字的方法，以及文字的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加强了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为了拓宽知识，他还对上古社会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做了广泛的涉猎。撰写当中，为了搞清一个字的准确的意义呢，他经常要翻大量的文献，或者向学者请教，有的时候还要实地的考察。有时对一个字的解释不满意，他就茶不思饭不想，满脑子都装着这个字儿，一时想通了又欣喜若狂。许慎撰写字书的事情得到了贾逵、马融等许多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给他找来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并且对撰写的体例、个别字的注释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后来甚至连皇帝也来过问这件事情。为了编好这部书，他干脆辞官回家，全身心地投入了写作。10余年过去了，他的头发白了，身体也熬垮了，终于在公元121年撰写成了这部书。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用6书理论系统的研究汉字构成和意义的专著。
全书共收字9353个，所有的文字按照540个部首排列。它还是关于我国上古社会的一部大的百科全书。许冲到达洛阳以后，《说文解字》完成的消息不胫而走，他在洛阳城里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大臣都纷纷的到许冲的住处询问和借阅这本书。汉安帝也召见了许冲，并对《说文解字》大加褒奖。就这样，由于《说文解字》本身的价值和学者朝廷的重视，这套书很快的就流传开了。